嗨，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么在这期视频当中呢，我将向你介绍如何通过一些简单的步骤创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那么本期视频呢会非常的详细啊，相信是你看到过有史以来最详细的一个视频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呢看到最后，并且呢把它收藏起来。想要学习做网站的朋友呢，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呢保存下来，反复观看。那么你可以打开这个视频之后呢，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呢有一个，在这个描述栏这里呢有3个点啊，点击这3个点，那这里呢就点击保存，那你可以把这个视频呢保存起来。那么这里呢，我将会向你逐步介绍成功构建一个网站所需要了解的所有内容。首先呢，我们需要先建立你的网址，这样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域名和托管。你的域名呢，就像小鱼的这个频道一样呢，它是你的网站的名称。比如说就像 Facebook 一样它的域名呢就是它的品牌名就是它网站的名称。托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服务器主机，那它呢是保存你的网站里面所有数据的地方。简单的说呢，它就是存放我们的图片、我们的文字以及我们的视频的一个服务器有了这个托管呢，就可以展现在互联网上面。接下来呢，我还会告诉你呢，怎么样来安装 WordPress。那它呢是我们用来构建网站的免费软件。那一旦你的网站设置成功了，我们就会了解到 WordPress 建站WordPress 的后台的一些基础知识。那么也会教大家呢来进行一些重要的一些设置，再来教大家怎么样制作我们的网站里面的一些页面创建主页以及其他的各个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博客，然后联系我们或者退款退货政策、隐私政策等等。那么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最有趣的部分，那就是设计你的网站。那给你的网站添加内容。那么这里呢，为了设计网站呢，我们使用的页面构建器呢，它的名字叫 Elementor。 有了这个 Elementor 之后呢，构建网站会变得非常的容易。那么你需要添加文字只需要把这个文本标题给它拖拽过来就可以。那这里即使你是零基础的小白，那也可以搭建你自己的网站，因为有了这个 Elementor 呢，那我们只需要在这里一拖一拽，一拖一放，复制粘贴就可以了。那比如我想在这个上面添加文字，我就把这个文本编辑器给它拖拽过来拖拽过来之后呢，把相应的文本内容呢给它添加到里面就可以了。左边可以看到它里面所有的一些工具，我们只需要将这些重要的我们需要的东西给它拖拽过来，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当然这里文本只是其中的一个那我们还可以在里面去添加图片、添加视频添加按钮、添加分割线添加地图等等，就可以让你完美的搭建出来一个网站。它里面呢相关的一些都会有，比如说联系表单什么幻灯片这些呢都会有。你可以构建和设计你任何想要的内容。那你的网站呢，它不仅是针对我们的电脑端我们的 PC 端，那它对移动端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优化可以看到这里是平板端它的一个设计，还有我们手机端移动端的一个设计。这个就意味着呢，它在我们的智能手机和平板上面看起来呢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想从头开始构建整个网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 Elementor 里面呢，它也有非常多漂亮的一些模板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设计师创建的一些现成的模板。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自定义，有非常多的选择你想选哪一个都没有问题。相信你一定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一个模板，你再进去进行一个更改编辑就 OK 了。那只要你按照本期视频的步骤呢，一步一步去操作，最终呢你也可以搭建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网站。并且你学会了这一套方法之后呢，你就成功的掌握了如何搭建网站。
你就了解了整个搭建网站的一个过程。那么后期的话，你想要再创建其他的网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对了啊，那整个视频啊非常的长，很多朋友可能我的这里讲解呢会非常的慢啊，你看起来呢或可能会觉得不太适应，那你可以选择把这个速度呢给它调快。那你可以点击这个视频啊，这里我只是拿一个视频来举例。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这里有一个设置按钮啊，你点开这里呢有一个播放速度。你喜欢想要这个速度更快一点，那么你可以选择 1.5 倍，可以选择 1.7 倍你甚至可以选择2倍观看，这个速度呢它就会快很多。那么这里速度呢就可以自己来自行设置就可以了。那么本期视频呢，我将会使用WordPress 来搭建网站，那它是一款用于构建网站的一个免费软件。那么现在互联网上面的40%多的一个网站呢，都是在使用它来搭建的。那它呢也是一款免费的一个网站构建器，所以说呢这款 WordPress 呢它是非常不错的。OK， 这里呢给大家讲了我们的一个制作流程，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一步。那么我们第一步呢是需要去购买网站托管和一个域名。那这里呢为了让大家更能够明白我讲的一个内容，我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想要拥有一个在线的网站，我们需要3样东西。首先第一样就是域名，那这个域名的话就好比你的姓名一样，是唯一用于访问网站的一个识别的一个网址。比如说这里小鱼儿的一个油管频道，那这上面呢也有我的一个域名。那又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Elementor， 那它上面呢也有它 Elementor 的一个域名网址，看一下它的网址，它的域名就是它的一个品牌名包括这个 Facebook 也是它的一个域名呢就是它的一个品牌名。那么它是可以别人呢是可以通过这个网址通过这个域名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就像这里呢一个 Facebook 的一个域名呢，它每年的费用约$15。那么域名呢它后面的后缀不同，那它的一个价格呢也是不同的。可以看到这里呢这种ONI 这种结尾呢，它的域名就要便宜点，还有这种 SHOP， 那这个呢它也是根据地域来设置的一个域名。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内的伙伴经常听到的都是 COM， 这个是国内使用的，中国使用的这个后缀。第二个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网站托管，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主机，也可以说成是云服务器，或者说一个网站托管。那么这里网站托管它是一个什么意思？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来问一下 GPT， 网站托管是什么用大白话讲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 GPT 呢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知识库有任何问题你不知道的都可以来问他。那么这儿我用的是一个 GPT-4o。那如果说你在搭建网站的过程当中呢，你有很多时候会使用到这个 GPT 就像小鱼儿平时很多这些文案脚本很多里面的一些广告语等等都会使用到这个 GPT 这里呢建议大家没有 GPT 的朋友呢，描述栏有便宜合租的，可以买一个来用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GPT 它的一个简单解释。网站托管简单来说呢，就是把你的网站储存在一台服务器上，让大家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把你的房子租在一个大楼里网站就是房子，那服务器就是这个大楼，而托管服务商就是负责管理这个大楼的人。那么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网络的托管。那它呢是一个网速很快的一个超级电脑，它呢是365天全天候运行。那它从来是不休假的，并且呢它储存了你网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的信息比如说你的图像、你的图标、你的文本，所有的信息呢它都储存在这个托管上面，并且呢会展示在一个互联网上。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托管，那么当有人打开你的这个网站的时候，那它里面的话会是一个空白的页面。因此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实时的网站，那么你就是需要
托管你的网站，你就需要这个网络托管这个主机服务器。它每月的大约的一个费用呢是在3到15美元左右。那这个也是通常是按年内付费的哈。那么我们需要的第3样呢，就是这个 WordPress。有了这个 WordPress， 我们才能搭建网站啊。这个呢是完全免费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网站。那么 WordPress 平台它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版本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喜好来构建你的网站。那我们只需要拥有了这3样东西，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制作自己的网站。那么再回到过去10年前的话，如果说你要搭建一个网站，可能你需要写代码啊，你可能很长时间都搭建不出来一个网站。在今天啊，搭建网站任何人都可以啊，只要你细心的操作啊，只要你跟着我的流程认真的操作每一步。那么换作以前啊，你可能还需要单独去分别获得这些内容，将它们呢连接在一起。但是现在啊，这个过程真的变得容易了很多。那么现在第一步呢，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购买一个域名和主机服务器。因为这个域名、主机服务器和 WordPress 呢已经包含在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真正的一个分步教程啊，从我们的一个网站托管啊，安装 WordPress 到设计你的网站。那这里呢，我还会向你展示许多窍门和技巧啊，让作为一个初学者的你呢，也是更加容易上手。如果说你在操作的步骤上呢遇到了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啊，我们可以互相学习探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第一步开始，那就是获取域名和托管服务器。那这里呢，如果说你已经知道啊自己喜欢用哪一家的网络托管公司，那么你可以直接选择。如果说你还不知道用哪一家网络托管商，并且呢自己去寻找，也会非常的伤脑筋啊。因为像这样子的有数百家的公司啊，他们都在提供这些服务。那么这里呢，小鱼儿我个人使用的就是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服务器提供商。那这个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托管公司。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 Hostinger 的一个首页，我把它的链接呢放在了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啊，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呢，找到这个链接啊，可以打开这个视频，点开这个视频下方的一个展开按钮。那找到这里一个 Hostinger 的网站主机域名，点击这里一个链接打开，那么你会跟我一样哈，来到这样一个页面。那这个页面里面呢，它现在显示的是一个英文界面。如果说你习惯了用英文啊，你的英文比较好，那么你可以直接用啊。那如果说有英文不好的朋友们，那么也不要着急。那我们点击上面啊，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旗子，这我们点击进去。那这里呢，主流的国家啊都有啊，它的语言都有。那么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把它翻译成一个中文。你可以在里面来切换你想要的一个语言。那因为本视频呢会面向全世界的中文用户，那这个 Hostinger 呢，它对我们的朋友呢也是非常友好。那它不仅呢可以有一个中文的界面，那它呢还有一个中文的一个客服啊，右下角你可以有任何问题点击询问。那么你在这里呢可以输入你的问题，点击这里一个发送啊，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在这里提问。它是全天候呢，这里都有一个客服在线的。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Hostinger 呢，原因哈，因为我个人觉得它非常的好用啊，因为他们的服务器非常的快啊，它的云服务器非常快，速度的快慢大家都知道，会直接影响用户的一个体验。那么当你打开一个网站半天转不开，那相信你不会在这里多停留，所以这个速度就决定了很多因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非常的实惠啊，并且呢他们是提供了全天候的一个客服支持24小时7天的一个客服支持。那他们呢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如果说你想试一下，然后你意识到你不太喜欢，那么你也可以选择进行一个退款30天以内都可以选择退款。
那你要用其他的一个网络托管商也完全没有问题。那么你只需要弄懂怎么样来安装一个 SSL 证书，以及如何安装 WordPress 就可以。那么之后呢，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啊，根据本视频的一些其他部分跟着往下操作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试试 Hostinger， 那么这里你可以单击视频下方描述栏的一个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这里呢当你打开我的一个专属链接呢，这个就意味着我会因为你的点击该链接而获得一点佣金。那么点击链接它不会让你付费。那我推荐 Hostinger 呢，并不是因为购买佣金而是因为其他的托管商的购买佣金呢可能会更高。那么我自己在使用这个 Hostinger 的时候呢，我自己就在使用这个 Hostinger 非常受益，并且呢，我一直是他的一个忠实粉丝所以我觉得值得推荐你们来使用它。所以说，如果你能帮助我来单击视频的第一个链接，那我也会非常的感激因为它可以鼓励我制作这些免费的视频。OK， 接下来我们继续鼠标往下拉，你会看到这里呢有3个不同的计划。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基础计划，第二个就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计划第三个呢是一个更高级的一个计划。这里我个人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比较热门的计划如果说你的要求更高了，你也可以选择第3个计划。这个中间的这一个计划呢，它可以托管100个网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里面搭建100个网站，那么当你觉得这个网站用不上了，那你还可以点击这里呢，把它进行一个删除，你还可以再次搭建网站。那么你购买了1年以上呢，还可以获得免费的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那你可以选择更好的这个 Cloud， 它有更好的一个云服务器性能，那么并且呢能搭建300个网站。它的功能可以看到它的有200GB 的一个储存还可以有无限免费的 SSL。 那么这个 SSL 呢，就是一个保护你的一个网站，还有一个每日备份。那么这个每日备份对于做网站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你的网站不小心被黑客攻击，那么这里每日备份就格外的重要，你还能够找回。如果说你首次的话，你想先试一试，那你也可以选择中间这一个计划。不推荐第一个呢它也是没有免费的 CDN。CDN 是什么呢？ CDN 可以提高网站的速度，但是它没有。第二个计划就有免费的 CDN。CDN 它是一个全球加速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当你的访客在英国的时候，有了这个 CDN 呢，它可以直接从英国调取你网站的数据。英国的朋友呢，很快就可以访问到你的网站非常的快如果他在日本，也可以直接调用日本的一个数据就不用说再去美国调取你的网站数据那他直接去日本调，这样的话肯定会快很多。所以这个 CDN 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2个计划和第3个计划唯一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呢，第2个计划没有专用的 IP 地址，第3个有专用的 IP 地址。第1个套餐呢也没有专用的 IP 地址，只有第3个套餐有一个专用 IP。 那么什么是专用 IP 呢？如果说我们你选择的是这个没有专用 IP 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共享 IP， 那就相当于说很多的人的网站可能都在用这同一个 IP。 如果说他的网站呢可能有一些安全问题，也会影响到你，但是呢这个第3个套餐呢，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专用的 IP，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对你呢就完全没有影响价格呢会高那么一点，但是它的价值会更大。它是属于一个专用 IP， 并且呢以后呢你要通过这个网站发邮件的话，它的邮件送达率呢会高很多。这个专用 IP 呢，它可以更好的控制你的网站托管的环境对于某些网站还有一些应用程序来说呢非常的有用。这里呢你看你个人的需求想要哪一种，那么我这儿就以中间这个常用的最热门的这个商务套餐呢来给大家演示我们直接点击这里选择套餐。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价格选定之后呢，接下来呢
你希望在 Hostinger 托管多长的时间。那这里可以看到有几个选择，有1个月，有1年，有2年，有48个月。那么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比如说24个月或者48个月。那么做网站都是一个长远的一个事情不可能说做网站只做1个月，那么你的网站可能要做3年5年，那做的越长，那你网站的效果呢就会越好。从长远考虑，你买的越久，那么你的续费价格呢就会越低，你买的时间越短，那通常呢你的续费价格呢就会比较高所以呢你可以提前锁定它的一个较低的一个价格比如说48个月，看一下，那48个月呢它的一个续费价格呢就是64.99。那么我们再看一下12个月的，可以看到12个月它的续费价格就是99.99差不多$100一个月但是48个月的一个续费价格呢只要64.99这就是一个差距。那么只要满上1年呢，它都可以获得为期1年的免费域名，第2年呢你续费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就选择一个24个月，它有支持一个30天的退款保障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你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时间长度。我们接着往下继续。那么这里呢需要填写一下账单的地址那这里呢填写你的实际地址就可以了，你来自哪个国家，你的住址这里填好之后呢，选择一个继续。这里还有朋友可能你第一次需要登录一下你的电子邮件登录一下进行注册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用谷歌邮箱进行一个直接登录我这儿就是用了谷歌邮箱登录的。那接着我们往下点一个继续这里选一个国家，点继续。那么接下来就是支付方式你可以选择银行卡信用卡，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几种卡的形式。银行卡的话，你需要填写你银行卡的信息这里呢你也可以选择支付宝为什么国内的伙伴用它？因为支付也非常方便你不需要用美元去支付。那这里还有一个 PayPal， 也可以选择用 PayPal。但是我们选择用支付宝直接点支付宝。那这里你还可以用比特币也是可以的，点击一个提交。那么这里你使用我的链接购买呢，还可以获得一个20%的折扣这里我的一个链接呢 Hostinger 链接呢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里我们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拿出你的手机打开支付宝，点击左上角的扫一扫直接扫码支付就可以了。等你付款好后，等一会儿呢我们在 Hostinger 后台见。那么付款完成之后呢，我们可以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这个首页点击这个右上角的一个登录按钮。那么这里呢用你刚才的一个邮箱进行一个登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 Hostinger 的一个仪表盘就是它的一个后台，这是我们要设置网站的地方。这里呢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网站呢它随时会做一些更新。如果说你遇到与我的这个视频有不一样的地方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大家也不用担心你可以在这里面呢可以耐心的找一下有问题呢你可以在评论区提出来。那么 Hostinger 和 WordPress 它都会在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网站托管和域名呢已经购买好了，接下来就是第2步，安装 SSL 证书和 WordPress。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到仪表盘了来到它的后台了。那重要的一步来了，现在呢我们必须从设置域名开始。那么来到主页之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一个域名，那我们要从设置域名开始通过这个网站托管计划呢，我们会获得一个免费的域名。我们点击这个域名，那这里呢当你购买成功了，你就获得了一个域名。那我这里呢已经设置好了我的域名，那么你也可以来设置你的一个域名。那么你可以点击这里左边的创建一个新域名，在这里呢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域名。简单的说呢，就是你想要网站的一个名字，那它会向我们建议一系列的一个域名后缀。那么不同的域名后缀呢，比如说 com， 比如说 cn 等等，那这些不同的域名扩展呢，有部分特定的一些域名后缀有一些特定的呢可能不是免费的，如果你需要可以到这个 Hostinger 的仪表盘呢去购买它。
那么这里我就拿一个 CON 来给大家举例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不同的后缀啊，有 EO 有 ORG 啊，然后有 SHOP 啊，这里常见的就是 COM 啊，比如说我这里是小鱼儿，我输入一个小鱼儿点 COM 啊，你可以啊用你的网站的你想要的一个，用你的品牌啊，或者用你的一个主打的产品来啊做成一个域名都可以。这里点一个搜索 ，OK， 这里如果说你的这个域名可以看到我的这域名呢已经被注册了哈，它就跳到了个 EO， 那么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下面它还会给你提供一些其他的域名，比如说小鱼儿点 AI 啊，这些有不同的域名可以看，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这里选好之后呢，你可以啊点击购买啊。那如果说你有啊，我们有赠送的，你在这里面可以再重新再搜一下啊，你在前面就换一个啊，比如说你可以在下面加一个。在后面可以看到，还可以使用 AI 生成一个域名。你要明确啊，你目前你的国家常用的一个域名后缀是什么？选择域名是你个人使用还是公司使用？那么选择好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下一步。那么你就可以来注册一个你的域名哈。过程其实非常的简单。OK， 这里域名设置好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装 SSL 证书和 WordPress，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那么这里呢，就到了我们的一个 Hostinger 的后台。那这个是 Hostinger 的一个控制面板啊，就是网络托管的一个控制面板。那么这个里面的一切是和我们网站相关的一个控制台啊，比如说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邮件设置、付费设置等等。要进入这样一个界面的话，你只需要登入这个 Hostinger 的官网，然后用刚才我们注册的这个邮箱来进行一个登录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装 SSL 证书。这里呢，打开刚才的我们来到这个页面哈，你就会看到鼠标回到左边啊，这里有个安全，这里有个 SSL， 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可以看到，那我的这个域名已激活啊，这里呢已有这个 SSL 呢已经安装了。安装这个 SSL 证书意味着什么呢？啊，我这里简单举个例子啊，给大家看一下。那比如说这个界面啊，我们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一个登录界面，那这上面呢，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两个横线啊，我们点击一下。那如果说你安装了这个 SSL 呢？那么这里呢，它显示链接是安全的。没有这个安全证书呢，有时候浏览器可能它甚至会阻止访问者访问你的网站，那这个就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步，所以我们的网站必须要有一个 SSL 证书。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Hostinger 呢，它是会自动安装 SSL 证书的，但是我们要到这个里面来检查一下啊，看看是否已经安装好了。在这种状况啊，可以看到域名已激活啊，这里呢显示了一个 SSL， 那这个就代表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下面有一个知识库可以看一下，如果终身 SSL 安装失败怎么办？然后如何安装 SSL？ 那这下面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教程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就是安装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 WordPress 自动更新，点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目前是最新的一个版本。接下来鼠标回到左侧，我们找到这个网站功能，点开，那这里有个自动安装器，我们点击一下。第一次的朋友呢，可以看到这里第一个选择是 WordPress， 第二个是 WooCommerce 或者其他的功能啊，我们这里就选择 WordPress 啊，选择好之后进行一个安装就可以了啊，我这里呢已经安装好了。那这里呢 WordPress 安装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再一次回到我们的主菜单，点击左边的一个网站，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选择一种建站方式。那么鼠标回到中间，这里有一个添加网站，你可以点开。那第一个呢是 WordPress 啊，刚才我们安装好的这个 WordPress 啊，可以灵活的搭建自己的网站。第二个呢是可以使用 Hostinger 的人工智能 AI 来帮我们搭建网站啊。第三个是可以空白的上传代码或安装其他的应用程序啊，空白的网站。第四个是从外部迁移网站。这里呢我们就使用这个 WordPress 来搭建一个网站。
点击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在这里来设置一下语言啊，你的 WordPress 的管理语言啊，可以看一下，点击这里有个倒三角，那这里面呢，主流国家的语言呢都有哈，你这里喜欢什么语言啊，你就填什么语言。这儿我选这个中文。接下来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箱，这里输入一下啊，设计一个管理员的一个密码。那么这里密码呢，下面它有6个要求啊，你按照这6个要求来。第一个是一个数字，那第二个是有一个符号啊，第三个是一个小写的字符，第四个是一个大写的字母啊，第5个是使用8至50个字符啊，最少8个字符，最后是一个拉丁的符号。达到这些啊，就按照这个要求来设置一个管理员的密码就 OK 了啊。这里弄好之后呢，鼠标回到这个右下角，点击下一步。接下来呢，他问你准备建立什么类型的网站，这里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其他，或者说直接点击下面的创建空白网站，点击这里。接下来呢，他就让你填写你的域名。那在我们前面已经购买了 Hostinger 1年以上呢，他会赠送1年的免费域名，我们可以把这个域名呢给它申领过来哈，把这个域名买过来有的有赠送的直接填赠送的，没有赠送的朋友呢可以去买一个域名。Hostinger 它也是有域名的，那实在目前没有的朋友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右下角这里一个使用临时域名，我们点击一下这里 OK。 接下来可以看到它正在安装 WordPress这里呢可能大概需要几分钟。那么这里呢是小鱼儿的网站建设频道这上面呢是我的频道的一个链接，网站的一个链接地址。喜欢建网站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我的朋友，想要学习建网站的朋友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之前呢有搭建个人的博客网站的，也有联盟营销博客网站的，还有出口公司的包括下面呢还有一个电商网站的，感兴趣的伙伴都可以去看全都是属于零基础的一个教程。接下来我们回到这里它这里呢还没有搭建完成，我们耐心的等待2分钟建议大家现在你可以稍微的稍作休息几分钟去喝水做做眼保健操。 OK， 网站马上就要搭建好了。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它就带我们来到了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这里呢是 Hostinger 的一些工具这里我们点这里一个仪表盘。那这个呢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的一个界面。进入到后台之后有朋友你的界面可能这里显示的是英文，那么怎么去把它设置语言呢？接下来我教一下大家，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找到设置，点击这里面的设置里面的常规。那常规呢，这里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站点的一个标题这里你可以改一下。那下面呢，鼠标往下拉，这里就是站点的语言这里你可以点击这个倒三角，里面呢非常多的国家的语言都有这儿呢我就选择了一个简体中文。改好语言之后呢，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更改。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呢，我将向大家讲解到 WordPress 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设置。我们搭建网站不是说3-5分钟或者10到20分钟就能搞定。那这里建议大家呢，把你后台的这个链接地址呢给它保存一下上面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你把这个链接呢给它存在一个文档里面。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你把这个链接点击后面这里有一个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个五角星，我们点一下可以把它添加到书签点击这里一个完成。大家可以看到小鱼儿常用的这些链接呢，我都把它放在了我的标签里面随时随地我都能找到这里还有隐藏的，这下面都是小鱼儿平时常用的一些链接。下一次你就可以直接找到这里，比如说这里可以看到点击这个隐藏的链接，这就是我收藏的。比如说我想要找到这一个APP， 我就直接点击打开就 OK 了下一次你就可以直接这样进入你的网站那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把你的链接用这里到这个 WP-ADMIN 这里结束，把这前面的复制一下下一次你保存的链接，你可以在这里直接进行一个打开。那么这样它也是可以直接带你来到后台的这就是2种保存网址的一个方法。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用链接进来呢，可能需要登录你前面注册的一个账户和密码，所以说这个账户和密码呢，大家一定要记得，也要把它保存下来你要输入账户和密码，你才能进行一个登录这个呢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
仪表盘。语言设置好之后呢，那可以看到啊，中间的这个页面呢，它会有一些新闻在这里啊，比如说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使用的是 WordPress 的6.7.1的一个版本啊，它应该是最新的一个版本。下面呢还有一些实时的一些新闻啊，它会随时都会更新。但这些其实呢我们不需要啊，并且它会让我们的网站看起来很杂乱啊，所以这里呢，我建议大家呢把这里呢给它清理干净。怎么清理呢？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个不再显示，我们把它关闭。那接下来呢，鼠标回到右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我们点一下这个倒三角。那我们把这个里面的这些勾呢都给它去掉哈，这个勾都给它去掉 ，OK， 然后再点这个显示选项，我们把这里给它收回啊。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仪表盘呢就非常的清爽，非常的干净。在顶部可以看到有我们的管理栏啊，在这个上面有新建啦，有 Hostinger 啦，还有管理啊这些等等啊这些。那么这些我们是基本上呢我们是使用不到它。还有这边的哈，这里有一个 W， 还有一个房顶一样的图标。那这个呢，这个房顶的图标呢，只是用作查看网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图标呢，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我们的网站首页，鼠标点到这个房顶下面，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可以点击你鼠标中间的这个滑动键按一下哈，不用滑动，直接点一下啊，它会在一个新窗口打开。那现在呢，我们的网站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OK，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后台，我们主要是在仪表盘的左侧这些功能来编辑我们的网站。我们可以添加博客文章，我们也可以管理博客文章，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媒体管理。这里有可以看到可以添加媒体库添加一些文件，比如说视频图片这些可以添加进来。那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页面，这里可以管理页面哈。页面分什么页面呢？我们常见的关于我们联系我们什么隐私政策等等这些页面。那这里你还可以添加新的页面。那么再往下就是一个网站的一个主题，我们的一个模板我们的首页模板，这里也可以编辑，也可以到里面来添加一些主题添加你去选购你的一个主题模板。再往下是一个插件，你需要什么插件呢？可以看到里面可以直接点击进来。那么这个插件里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插件，需要什么插件你就可以安装什么插件。那么已经安装好的插件或者说新插件呢，都在这个插件里面。接下来是一个用户管理以及我们的一个个人资料的一个设置。那再往下来就是一个工具的一个设置，再往下就是一个设置按钮。对于我们新手朋友来说呢，可能这个看起来会有一些复杂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你只需要跟着我的步骤呢，逐步去了解。到这个视频结束的时候你将了解到所有的内容你会了解到所有的一个知识内容。那么对于搭建网站呢，你也不会再陌生。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的时候这个 WordPress 呢，它会进行一些更新因此可能有的时候你的界面的内容呢，跟我这里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同。大家也不要着急它的功能呢就只有那么几个你可以自己可以先研究研究看一下。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呢留言。那么这个 WordPress 我们的第一步呢，就是对每个新安装的 WordPress 来进行一个基础的设置。那么这里呢，我们还是鼠标移到左上角查看站点。那么在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呢，我们的标题位置它现在的标题呢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网站的标题。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来修改它。那我们还是回到后台。这里建议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管你打开某一个页面的时候，都要点击鼠标中间的滑动键不是滑动，直接按一下，让它习惯性的我们在新窗口打开它就不会把我们原来的这个窗口给冲击走，不然你又很难回到后台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习惯性的在新窗口打开，我们要保留原来的这个页面。那么鼠标往下拉，我们把鼠标停留在这个设置这里，单击常规。那么在最顶部可以看到站点标题和副标题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认真的进行填写和编辑可以在这里面站点
网站标题中呢，添加你的公司名称啊、你的品牌名称、你的网站名称等等。我在这里写一个小鱼儿建站。那么副标题呢，你也可以想一个啊，我这里随便的写一个，我的副标题写成一个建设网站。这个标题和副标题呢，可以是你公司的口号，也可以啊，这个副标题这里呢，你也可以选择不写，但是这个站点标题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写上。接下来呢，是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地址。那么这一步呢，也非常的重要哈。如果说操作错误的话，可能会导致你的网站呢出现问题，或者是崩溃，会导致你的网站就是瘫痪。那么这两个WordPress 地址和这个站点地址呢，这两个地址呢，我们不要去管它就可以了。接着我们往下滚动啊，这里管理员的邮箱地址，这里你写上。语言选择好了之后呢，鼠标往下拉啊，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个保存更改啊，左下角这里点保存更改，记得一定要保存。这儿我们再回到刚才这里，我们这里再点这个小鱼儿建站，再点这个查看站点。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链接打开的地方啊，它就发生了变化，就出现了我刚才的一个网站的名称小鱼儿建站，标题发生了变化。那么这里呢，你也可以你想好了你的网站名称呢，你再来改这里也可以的。再来做这一步，我们再次回到后台，还是在设置这里。这个时候呢，我们找到设置里面的一个固定链接，给它打开。那这里确保你选择的是文章名这个选项。如果你是在其他的选项里面，那么请把它改为这个文章名。鼠标往下拉，点击一个保存。那么这一步完成之后呢，就代表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基础设置呢就完成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啊，请记得给我的这个视频点个赞啊，让我有动力呢，可以为大家呢创建更多的视频。没有订阅我的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接下来我们继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创建我们的第一个页面啊，并且呢将它设为一个主页。可以看到目前呢我们的网站的首页，可以看一下啊。首页目前呢它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网站目前默认的一个界面。那这里呢，如果说我们想添加一个我们想添加一个页面作为主页呢，那么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后台，并且呢将我们的鼠标放在这个页面这里，点击这里所有页面下面的这个新页面，我们点击它。这里我们先点这个叉给它关掉，这里再点这个叉给它先关掉。这时候呢，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页面呢，给它起一个标题啊。为了方便大家辨别呢，我这里就输入一个主页，它是我们的主页。鼠标来到右上角，点击这里一个发布按钮，需要再点一次发布，再次回到我们的这个后台，点击房屋的图标，再点这个查看站点，看看我们的主页有没有变化。点击一个刷新，它完全没有变化，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来到这个页面当有人不小心把你的这个后台的这个页面给关掉了，我们在这个首页我们怎么样回到我的后台？这里呢我也教一下大家，我们鼠标来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 W 的一个图标，点一下，它会直接带我们回到后台。那么这里呢我们还要有一步操作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还没有把创建的页面呢设置为首页，所以这里呢我们要把它设置为首页才行。那么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个设置按钮，找到这个设置按钮，并且点击这下面呢有一个阅读单击阅读。那鼠标在这个你的主页显示这里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主页这里呢有一个三角，我们点一下，这里呢可以看到你的主页显示这里你的最新文章，我们把它改成一个静态页面。找到这个主页后面有一个选择，我们点一下这个三角，把它选择成一个主页。这是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主页鼠标往下拉，点击一个保存更改。这个时候呢再来点击这个图标，点查看站点。 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小鱼儿这里它的一个首页就变成了这个主页，这个页面就改变了，它就得到了一个显示。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要把它更改一下。这一步完成之后呢，回到我们的仪表盘，我们要进行下一步，为我们的网站呢安装一个合适的一个主题。那么目前可以看到我们网站的首页是这个样子的，还不是很好。
这个首页呢，它其实是由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模板决定的。主题模板呢，就决定了你可以在你的网站上更改的内容比如说你使用什么样的一个导航栏，什么颜色的背景，什么颜色的什么排版等等。那这一切呢，都是由这个主题模板决定的回到我们的后台 ，WordPress 呢，它有数千个主题，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选择来安装一个适合我们的一个主题。那鼠标往左边来，这里有个外观，外观呢，这里有个主题，我们点进来，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默认的有3个主题。目前呢，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点鼠标来到左上角，这里有个安装新主题我们点击这个安装新主题。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主题模板，有些呢是完全免费的大多数都是一些付费版本。这个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有的它的功能部分高级功能呢是需要付费的，而有些主题呢只有付费才能使用。如果说你看中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这一个看中之后，你可以点这个详情及预览，点击一下。那么这边呢，你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这个呢就是大概这个网站的一个主页的一个样子点击左边的这个叉给它关掉。那么你想预览一下，你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模板适不适合你你都可以点击这个预览。那这个模板呢，它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先选这个呢也可以点进来看一下。这个模板呢，它是这个样子的。OK， 点这里关掉。这些主题真的都非常的不错。它呢，大部分的主题呢是可扩展性的也就是允许你编辑和修改的范围，它是有限的。所以我会在这个视频中呢，选取一个容易的更适合我们新手朋友上手的一个模板。这里呢，我们会使用一个 OceanWP 我们在鼠标往上拉，在这个右边这里有个搜索主题，我们把这个 OceanWP 给它粘贴到里面。粘贴好了之后，它会自动帮我们搜索。那么就是这个模板 OceanWP， 我们点击这个详情及预览，可以看到它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看起来非常的普通，但是它呢几乎是可以允许更改里面所有的内容这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优点。那么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个叉给它关掉。那如果说你想跟随我的视频一直往下走呢，建议你呢就安装这一个主题。那么这个视频呢，只是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它的一个流程。后期呢，你可以再更换其他的模板当你熟悉流程之后呢，你也可以任意搭建其他模板的一个网站。这里我们就点击它，点击这里有一个安装。这个模板它有一个好处对我们新手朋友来说，因为它呢是目前是免费的我们再点击这里一个启用。 OK， 接下来我再点这个左上角的这个查看站点。 OK， 那这里呢，我们的主题模板就安装好了。安装好之后呢，现在呢我们就先不去管它，等会儿呢我们再去编辑页面打造出我们想要的样子。那这一步呢就是安装主题。接下来一步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安装一个插件。接下来呢，我们把鼠标往下拉，移到这个插件这里。插件这里有3个选择，我们选择第2个，安装新插件。那么就可以看到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好用的一些插件。插件呢跟我们的主题模板呢有点类似，但它的一个作用呢，主要针对你网站里面的一个功能。这里呢，我们可以把你的网站呢想象成一部手机，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手机，平时你的一个苹果手机可能它里面没有抖音，没有快手没有微信，那么我们需要下载这些 APP， 把它安装在手机上面呢，才会有这些功能才能实现这些功能。又比如说像这些浏览社交网络、照片或发送接收消息等等。那么这个 WordPress 的插件呢，它也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在 WordPress 的一个默认情况下用 WordPress 搭建网站呢，它其实是不具备一个在线商店的一个功能。我们必须要安装一些插件这里面的插件你可以看到，我们点击这个热门，它里面呢有数千个插件你也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更多你可以查看所有的一个内容。这里是特色
热门、推荐啊，这几个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这里你可能会用到啊一个 CEO 的一个插件来优化你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啊，你也可能会用到一个联系表单啊来收集客户的一个邮箱。那么你想实现更多的一个功能，比如说你想建立你的一个在线网站，用这个，那么你就要安装这个 WooCommerce 这一个插件。那一些跨境电商啊，一些电商朋友呢，这个呢可能你就会用得上。之前呢，小鱼儿也有给大家讲过一期啊，一个电商网站的搭建，就是用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加一个 WooCommerce 搭建起来的一个电商网站。那么做电商的朋友，感兴趣的伙伴呢，可以去看一下啊，这期视频也是非常详细的。等等，这里面有很多选择。如果说你想添加某个插件，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右上角这里搜索插件。这里呢，我们就接下来呢来添加本期视频需要用到的一些插件。那第一个呢，就是一个 Elementor。那么这相关插件的名字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哈。Elementor 的一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开视频的描述栏或者评论区啊，找到对应的一些链接。跟着我呢一起来操作。这里我们点击一个粘贴，接下来呢就是这第一个 Elementor， 这里呢我们就点旁边这个立即安装。那这个呢跟我们的一个主题模板一样的，我们要点击这里一个启用，它才能开始使用。那这里我先暂不点击，等会儿我们安装完了再来一起的把它一起启用。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启用之后，我们才能使用它。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使用其他的插件，我们一次性的给它安装起来啊，节约一些时间。那么下一个软件的名字叫 OCX， 这个插件我们点一个立即安装。那么这个插件的名字叫 Infader， 这个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那现在呢，我们就拥有了所有的必要的一个插件。那我们鼠标回到左侧栏，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这里我们点击我们刚才安装的一个插件，我们点把前面的这个勾选上了之后呢，点击这里一个批量操作，下面有个启用，点旁边这一个应用。 OK， 这里呢我们就把它启用了。启用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上面我们先把它关掉。那 OK， 这里呢我们的插件就已经全部安装好了，并且呢都已经给他们已经启用激活了。那么这里每一个插件呢都有它的一个功能。那这个 Elementor 呢，我们要用它来构建我们的一个页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页面的模板，我们需要用它来进行一些额外的设置。如果说有其他任何插件，你可以忽略它们。那么这里面可以看到还有一些什么 Hostinger AI、Hostinger 工具、Hostinger 快速使用流程。那这些插件我们用不上，我们就不用去管它，那你也可以给它点击删除，也是 OK 的。那如果说你的网站需要的情况下，那么你还可以点击这里安装新插件，你可以尝试其他的一些插件。我个人建议呢，我们现在刚开始呢就装目前我们装的这3款插件就 OK 了。一旦后面的话你需要更多的一些功能，你就可以来搜索一些更适合你的一些插件。它里面呢可以看到呢都有一些相关的说明，每一个插件里面它都有一个说明比如说这个反垃圾的邮件垃圾邮件保护它的一些功能，那里面都有一些详细的解释。那你可以先来看清楚它的一个说明，再进行一个设置安装。那么这一步呢，安装插件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呢，我们需要使用 Elementor 来编辑我们的主页。目前呢，我们的主页呢是这个样子的。这里我打开了我们的主页，一个网站一个页面呢通常是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页眉区域就是最上面的这个区域。我这里简单打开一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可以看到这上面呢是它的一个页眉区域。那这个上面通常会放一些什么呢？是页面的标题，看一下以及导航所在的一个地方。那看一下中间呢就是一个正文部分，主要包含了你想要显示的所有的信息，这是我们的中间部分。那页脚部分呢，拉到底给大家看一下主要显示的存放的呢就是你的一个联系信息，还有你的导航和你的版权区域等等。那么创建网站我们会使用2种方法编辑我们的网站。第一种方法呢，就是使用我们刚才
安装的这个插件，这个插件的名字呢，它叫 Elementor。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插件啊，可以看到这个插件呢，它也有Elementor 的一个注册链接啊，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啊，它的一个链接。那么 Elementor 你可以看到呢，它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呢，可以轻松的构建你的页面，不需要代码啊。再次重复，不需要代码，可以看到这里只需要拖拽就能来搭建好我们的一个网站。这里呢，我们会使用到这个 Elementor 构建我们的一个正文和我们的一个页脚。那在整个视频当中呢，Elementor 呢，它会被多次用到，所以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打开 Elementor 呢来进行了解啊，链接在描述栏哈，它里面你不需要代码，你就能自己搭建网站，经过拖拽方法。但是有一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使用 Elementor 来构建我们的一个页眉部分，那我会教大家其他的方法来构建这个页眉。因此这里我们就要使用第二种方法来创建我们的页眉。那这里第二种方法，我们就是会使用的一个 Ocean WP 来创建我们的一个页眉。那么正文、页脚就分为这3个部分。可能很多新手朋友呢，可能听到这里呢，会觉得有一些复杂其实我们分步去操作的话，它还是只要你跟着我的步伐你也最终呢，你也会全部理解整个建站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建议不会的朋友呢，可以把这个视频呢保存下来你可以反复的观看到哪一步你可以暂停，那不会的地方你可以来回观看。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开始清理我们的页面。为什么要清理呢？因为我们把一些默认的一些多余的一些地方我们把它去除以便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Elementor 呢来构建我们的正文和我们的一个页脚这里呢，我们回到仪表盘，我们鼠标来到左边这个页面上面点击所有页面，单击一下，我们点击这个主页，鼠标放到这个上面点一下。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创建的这个页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要编辑的一个对象因为我们已经安装，我们启用了这个 Ocean 这个插件，所以我们要更新按钮，要更新这个按钮，这里有个 Ocean WP 的一个设置按钮，我们点击它呢就可以清理页面了。我们点一下，那么这个插件里面它是没有对应的一个中文设置，所以我们需要用英文来继续。这里我打开我的一个翻译给大家看一下，但是它这里都有很多翻译不了我们先选择第一个，它一个内容布局。那么我们点这个倒三角，选一个100%的，选好之后我们这里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来更新一下这个页面，刷新一下，它现在就变成这样100%的一个宽度。这儿我们会发现右边的东西就没有了。接下来我们返回继续设置这里有个 header 页眉，点开，那么这儿我们给它点击一个禁用这里再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点一个刷新键。这里呢，实际上其实它这个标题的上方呢，这里是有一个小白条的，我这里刷新一下，它这个地方呢就会消失。接下来我们再接着在这里来设置，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标题，我们点击这个三角给它打开，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把它禁用一下。那么我们这里点一个保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有个主页，我们刷新一下 OK， 可以看到这个主页它也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再返回，我们再转到这个页脚这里，我们这里也点一个禁用，再点一个保存，再回来看一下，刷新一下 OK， 这个都没有了。页脚这里还有一个我们也要把它禁用，点一个保存，这里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 OK， 这下可以看到那这个页面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干净的页面了。所以这一步设置非常的重要不会的朋友可以多看2遍。那么我们的这一步呢，就是使用这个 Ocean 的一个插件来编辑我们的主页呢，我们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创建更多的页面并重复页面清空的一个步骤。那这个意味着我将添加联系方式页面还有一些服务内容的一些页面关于我们的页面还有什么隐私政策页面等等，再来为这些页面进行一个设置。那么回到后台之后呢，我们找到页面，点新页面，我们来继续添加用我们的 Ocean 来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这里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
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点这个叉给它关掉。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 Ocean 来设置一下，点开，方法跟刚才都是一样的。这里呢，我们选择一个100%的全宽。那这里呢，页眉呢，我们这里把它禁用掉，往下拉。这里文本这里呢，我们也把它禁用掉往下拉。这个页脚这里呢，2个我们都把它禁用掉，点击一个保存。那么我们重复这样的步骤就可以了，把其他的页面呢就全部建完。那么这里你还可以单击右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看一下我们刚才搭建的这个页面。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在新标签中预览，那就是我们刚才建的一个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非常的完美。我再来搭建另外2个页面，这儿比如说是关于我们页面。建好之后，把这边设置好之后呢，直接点这个保存。那这里比如说再建一个隐私政策，或者说是退款政策都可以或者说是在线服务。那么后面设置一下，点击一个保存，看一下我们建的一个页面，点击这个 W 回到后台，刷新一下这个页面。OK， 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几个页面呢就已经创建好了。这里呢，我们拥有一个关于我们在线服务联系我们还有一个主页。目前呢有这几个页面呢就已经够了。那这一步呢，创建页面呢我们就已经完成了。接下来一步呢，我们就会使用这个 Elementor 的这个插件呢，我们会使用这个 Elementor 这个页面构建器呢来设置我们的页面我们要去启动 Elementor 的页面构建器，并且呢设置我们的页面来开始装修我们的页面。这里呢还是带大家回到后台回到仪表盘。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回到仪表盘如果说你已经从你的电脑关掉了，第2天再进来的时候呢，可以用前面我教大家的方法第一呢是保存你的那个链接，你可以在这上面点击打开。还有一个呢，找到这一个收藏的这个按钮你可以在这个最顶端，在这里可以看到你收藏的，直接点击打开通过这2种方法进入到你的一个后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找到左侧的一个页面，这里单击所有页面，这儿我们选择一个主页，点击主页。接下来呢，它会带我们来到这个页面，这里呢我们就单击这个上面的使用 Elementor 编辑，点一下。接下来编辑器即将打开。那这里呢，它会弹出来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基础知识，也就是一个通知。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上面的叉，给它关掉。那么这一步呢，我们要使用 Elementor 来构建我们的正文和这个页脚。因此呢，我们先要来了解一下这个 Elementor 的一些基础知识。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那么这个呢对你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比如说它的一些设置方式。接下来呢，我会一一给大家讲解。如果说你按照我前面的所有的步骤都操作到现在，只要你看到最后，你就已经学会了足够的知识来构建你自己的一个网站。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从 Elementor 的基础知识开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Elementor 呢，它分为左边和右边，左侧、右侧。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正文的一个页面。你可以看到预览编辑的一个效果。那么在左侧这里就是一些工具，你可以进行具体的一些编辑。那这里的任何的这些功能呢，你都可以进行一个拖拽来拖拽到这边来进行一个编辑。比如说这里呢，我想要添加一个标题，我就把它拖过来。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呢先添加一个容器，我们把这个容器拖过来放到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容器就加进来了。那么您想在这里面添加一个图片，那也是图像，直接把它拖过来放在这里。OK， 这里呢你就可以在这里呢放置一个图片，不要的情况下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删除。那如果说你想查看网站的全屏版本，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小小的箭头，我们可以点击隐藏面板，那这就是整个页面的一个展示。那么可能后面看到的一些朋友呢 Elementor 它随时会进行一些更新，它的一个编辑它的一个添加元素可能刚开始是在这里，现在跳到这里，或者说它的一个构建器它在这里你点的时候它也会出现在这里
不要的时候你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设置呢，它以前呢是在这个下面在左下角，现在呢它在这个屏幕的正中间这里。那遇到这些情况呢，大家不要着急，后面呢我也会出一期视频怎样应对这些更新的一些情况到时候有想要了解的朋友呢，记得这里呢可以先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讲解这个 Elementor 的基础知识也就是这个 Elementor 中的页面构建。因为现在呢，这里呢是一个空白的模板不利于小鱼儿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教学。那么我会导入一个现成的一个网页，不是这个空白的网页因为这样有一个网页在这里呢更容易解释大家更容易能够听得懂。那么你可以选择和我一样导入，那你也可以选择不导入这里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中间这里有个添加模板我们点一下。那这个里面呢是有一些现成的模板，你可以直接导入进来进行一个编辑。那后期大家学会了，你就可以找一些你喜欢的模板。这儿呢是有一个网页，那这里呢是我的模板。那我有储存的模板呢就会在这个里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可能是需要去保存一个模板。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上传模板选择文件。那么你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来添加模板。那你可以这里呢我选择一个现成的模板给大家展示一下，比如说这个直接点击一下，比如说这个模板。那这个模板呢它是免费的，可以看到里面有些模板呢它是付费的这里会有一个标识，我们选择一个免费的模板，这里点击一个插入，点击开始使用，这里点击一个链接。那这里你可以不导入也可以不使用模板接着往下看就可以。那这个模板呢，这个页面呢就导入进来了，就插入进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的一个构建 Elementor 的页面呢，它是由两部分组成。那这里我们点到左边的一个添加元素，那么它是由一个小部件，那么和一个容器两部分组成。那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容器，这里可以看到，那么你可以将这个容器呢看作为用于将页面划分为不同部分的一个盒子。比如说这是一个部分下面这是一个部分，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外面的一个盒子，那就叫容器这个是一部分。那这个里面这个容器里面它可以装这些文字，或者这个容器里面它可以装这些图片，这每一个区域呢它都是一个容器。那么在这些大的这个容器里面呢，你可以在里面放置一些小部件，那基本上呢就是你网站的一些具体内容。这里呢你单击上面的这个添加元素，那以前呢是9个点这里会有出现9个点，但是现在更新之后呢是添加元素，未来可能它还会更新。那你只要来摸索一下，多看一下，你就知道它的位置。我们点这个添加元素，你就可以在左侧呢可以看到这些小部件，比如说标题，比如说图像，比如说视频，比如说按钮、分割线等等。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小部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页面的一个构建。那么你可以看到，随着我的鼠标的一个滑动它在它的外面呢有大的一条粉色的一条线这里可以看到外面会有一条粉色的线。那上面呢这里会有个加号，会有6个点，这里呢就可以当你的鼠标拿上，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容器。这里呢外面呢它也是可以看到了，它外面呢也有一个粉色的那中间呢这里证明它是一个小的容器。那我们继续往下滚动，那这里可以看到它又出现了一个粉色的一个线，这里呢它也是一个容器。那我们再往下滚可以看到这里它也是一个这里有粉色的一个框这里会出现一个粉色的框，下面也是。那么这里呢它都是一些小的容器。这个容器呢真的非常的神奇它外面会有一个大的容器，大的容器里面呢还有一些小的容器，我们就可以在这些容器里面呢去输入我们的一些内容或者图片。这里你看到的它就有3个大的容器，里面还会有一些小的容器。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你可以借助这些容器将页面划分为多个部分你比如说我想给它这里呢分为2个部分，你就从这边拉入2个容器过来。我想把它分成4个部分，可以看到那这里呢就会出现4个小容器。
啊，在这个容器里面我们可以找到这些小部件，比如说这个文字啊，你点一下啊，你就可以在这里来修改它的文字。那比如说我想在这里面呢再添加一个容器，点击这个加号啊，我们再拖一个容器过来，我把这个容器放在它的一个下面，那这里又多了一个容器。那我想在这个容器里面再来放入一个文本编辑器，那么我就把它拖动过来啊，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OK， 可以看到这里啊，我们又可以在这里面呢来新增加一些内容。那么在顶部的容器当中呢，啊，它只有一张图片，这个呢就是添加了一个图片的小部件。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右上角啊，这里出现了一支铅笔，我们鼠标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铅笔的图标来判断它是不是小部件。你可以点击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更改它，那这里它就是一张图片的一个小部件。前面给大家讲了，一个容器里面呢，一个大容器里面呢，它还可以包容一些小的容器啊，包含其他的容器。这个呢就是一个大的容器，可以看一下这个容器里面它包含了几个小部件，它的左边右边呢它都有容器。那给大家讲了容器，那么这里呢给大家讲了容器，这一个大容器里面呢，它还会包括一些小部件或者其他的一些小容器。那么你可以通过去点这个笔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小部件。这里呢还是之前讲的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容器呢来进行不同的一个排版。比如说这个呢，这个容器啊，可以看到在这里，我想在这里面呢再来添加一个容器，我可以把这个呢给它在这里，当这个出现的时候我就放下，我就在这里添加一个容器。那这里呢我还想在里面放一个文本，我就回到左边，我把这个标题拖过来啊，给它放在这里，那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标题啊，这里呢又是一个小的容器，可以看到这旁边有一支铅笔，那这里呢还会出现一个小的长方形，这样呢就可以让我们，那这样呢就可以使用这些容器呢，让我们更好的来构建页面的一个结构。那这些容器里面主要是我们需要放一些这些小部件在里面。那比如说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呢，它就有两个小部件啊，上下有两个，它两个是相邻的。这里你可以清晰的看到，这里呢是一个容器啊，这里是一个容器，这里有一个容器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小部件啊，这里也是一个小部件。这个是什么部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图像的一个部件啊，这里是直接拖过来的。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两个按钮，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按钮。你可以通过这个笔来对这个按钮来进行一个编辑，可以看到啊，每一个它这里都有一个笔啊，你就想更改的时候你就点这个笔。那么总之呢，你可以利用这些容器呢，将页面构建为多个部分。你可以在容器中插入一些小部件来构建你的内容，比如说文字，又比如说图片啊，又比如说分割线这些等等啊，视频这些等等。那么你也可以在这个主容器里面呢来插入一些子容器，就像容器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个容器，我可以在这个容器里面再加一个容器。可以看到这一个容器里面啊，这个呢是最大的一个容器啊，整个这里当你点了这里，它旁边会有一个虚线，可以看见它会出现一个虚线。那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小容器啊，这个是它里面的这个容器里面的一个子容器。那么大容器里面可以有子容器，子容器里面还可以再拖入一个容器啊，就这样我们可以来合并，使它的结构呢可以添加一些我们想要的内容。这里呢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太会理解啊，可能这里我讲的主要是一些理论，但是没有关系，接下来呢我还会更加详细的介绍它们，并且实操怎么样来操作它们啊，大家不要着急，跟着我呢一步一步的再接着往下走。这里相关的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大家可以打开跟着我一起来操作。这样讲呢只是让大家呢先对这个页面的构建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这一步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了 Elementor 的站点呢是如何构建的。那么接下来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那再往下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始编辑文本了。这里呢我们再返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建议大家不要关哈。
这是我刚才呢导入的一些模板，为了给大家演示。那么现在我们要重新开始，那我把这些呢全部给它删掉。怎么删除？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呢有6个点，6个点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编辑整个容器。当然，你也可以删除这整个容器。这旁边就有一个删除键啊，这一个叉，我们点一下删除。这里也有一个，点击这个叉给它删除。这里也是一样有，我们把它删除。OK， 那这里呢就全部删除完了，把我们的所有页面呢都给它全部清空。接下来呢，我就来添加一个容器。添加完这个容器呢，我要在里面去插入一些文本，插入一些内容。那么如何添加容器？我们鼠标呢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布局。那布局的下面呢，这里就有一个容器。添加容器呢有2种方法。那这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容器呢，鼠标按住鼠标的左键不动，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放到这里。还有一种方法呢，就点击这里的一个加号，建议大家使用第2种方法，就直接点这里的一个加号，点击加号，它问你想使用哪种布局，那么我们就选这个弹性盒，点一下，选择你的结构，下面有多种不同的一个结构，这个就有多容器的，也有单个容器的啊。这里有后面的有1、2、3，有4个容器的，这里5个容器的都有。这是容器的一个布局选择。为了大家能够理解啊，我这里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这儿我们就选择第一个，选择一个容器点单击一下 ，OK， 这个容器呢就加上了，可以看一下。好的，现在呢，我们拥有了一个单一的容器。容器里面呢，它现在是空白的，这是一个单一的容器。那在左边呢，可以看到这边左边的容器的编辑菜单呢已经打开了，可以看到这里有容器，下面有容器的布局宽度等等这些。我们先不编辑这个容器，我们稍后再编辑。我们现在呢，往容器里面添加一些文本。这里呢，我们就点击上面的这一个加号。那以前呢是9个点，现在是点击这个加号添加元素。那么往后可能还会更新大家可以实时的注意一下。我们点这个加号，这里会出现小部件这里出现了一个布局下面有一个基本。我们来添加一个文本的标题的一个小部件，鼠标往下拉，这下面呢就是一些小部件。如果说你想把一个小部件的话，把它放到这个容器里面来，你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做到。那假设这里我们就从一个标题开始，这里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的这一个标题，按住鼠标左键不动，把它直接拖拽过来，把它放在这个中间。那么你可以看到中间这里呢，它出现了一条粉色的一条线。我们当这个粉色的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放 OK。 那这里我们就把这个小部件添加进来了，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个容器中获得这个标题。这边呢是文本，那左边这里呢是一个编辑按钮，这边是小部件的一个编辑菜单它已经在左边左侧这里已经打开了。那如果说你想再次进入到这个小部件，并且也要编辑这个标题的话，那么我们有几个选项可以再次打开这个编辑菜单首先我们还是点这个加号，回到这个添加元素。第一种方法呢，我们直接点击这边的右侧的这个编辑标题，这里有一个铅笔按钮，这里我们点一下，它也会带我们来到这个编辑按钮。第二种方法呢，你直接把你的鼠标点中这里，它也会带我们来到这个编辑按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编辑它的内容样式和高级设置我们先从这个标题开始我们编辑的时候不是在这个中间编辑这个编辑在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输入这个文本。那这个文本该怎么建呢？这里你可以看到使用 AI 写作，这儿呢小鱼儿推荐大家可以使用一下这个 GPT， 它是很好的一个文本编辑器它是非常好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助你写一些文案脚本帮你写一些广告语这些等等，它的用处非常的大。还没有的朋友，描述栏会有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大家可以买个试试
我这里需要写一个标题，我就交给 GPT。那么这里呢，我们只是学习。如果说你还不知道你的网站里面要做什么的话，你可以问一下 GPT 啊。我们可以先来学习哈，后面的话你可以再去真正的去做你的一个网站哈。我们这里呢，跟着我的思路走就可以了哈。目前可以看到比较火的几类网站，第一就是电商平台啊，比如说 Shopify 啦这些。那这里呢，现在的跨境电商哈，做跨境电商平台的比较多，比如说 Shopify。这里我就问他，做跨境电商平台的话，卖什么产品好？那么他告诉我可以卖一些什么瑜伽垫呐、健身器材或者宠物用品等等。那么这儿如果说想要做 Shopify 电商的 Shopify 独立站的朋友呢，那我之前的也出过一期Shopify 搭建网站的一个教程哈，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么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儿我就选择一个宠物粮食吧，我让他帮我写一个标题，宠物粮食的一个标题。那 GPT 的话，你要给他一个身份啊，他的回答会更加的专业哈。假如你是一名电商运营多年，就比较有经验的电商运营者，帮我写一个关于卖宠物食品的一个广告语，广告标题 OK， 就这样子发送给他。那不够长可以让他给你写长一点哈。 OK， 这里我就把它复制一下，回到我们的网站，我就把这个给它放在这个里面。如果觉得太长，也可以把它删除一点哈，都在这边来编辑。那现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文本这个标题呢就写进来了。这个标题还是觉得有点长哈，我再复制一个短一点的吧。OK， 就这样。现在这个文本已更改，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那么在这个下面呢，我们给它加上一个链接。比如说我这里随意的这里复制一个我的频道链接就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那如果有人单击这个文本，它就会被带到这个链接来。在这里呢，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如果说你这里是一个电商网站你这里是一些商品，那么它就会被带到这样一个商品页面来。如果说你想像我一样想把它吸引到这个 YouTuber 频道，那么我们也可以放上你 YouTuber 频道的一个链接，它也会被转到这个 YouTuber 上面来。那这个就是链接链接这里有个链接选项，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在新窗口打开当有人点这个按钮的时候呢，它不会把这个页面冲击的没有了，它会重新打开一个窗口但是原来的这个窗口页面它还在这里。如果说现在我们不需要链接到其他页面，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管它直接给它删除。那么这个 HTML 标签这个我们可以暂时先忽略。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编辑按钮，鼠标回到左上角，在这个内容的旁边，这里有个样式单击一下，我们来编辑这个样式。首先第一个呢是对齐设置，现在呢它是设置在左侧，我们可以选择这里有一个靠左，这里有个居中它就会在这个中间。那这里呢还有一个靠右这里还有一个两端对齐。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用的就是一个居中。那这里如果说我们想要改变这个文本的颜色，我们可以单击左侧，这里有一个鼠标往下滑，这里有个文本颜色。那么它这里随着更新呢，有的时候可能文本颜色会放在第二或者放在第三，有的时候会放到最后大家观察到它的位置就可以。那比如说我们想改这个文本的颜色这后面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文本颜色呢，就是这个颜色的有点像蓝色，也有点像是这个颜色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点一下这个颜色。那这里我们要改变它的颜色，那么我们可以拖动这个滑动它来改变颜色。看一下我们的文本颜色已经改变了我们把它变成黑色把它变成黑色，给它变成一个灰色可以看这里就变成了一个灰色。你拖动到哪个地方呢，它就会呈现出哪一种颜色。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呢，它都是这个颜色的一个深浅
那如果说我想换成其他颜色怎么办呢？那么这下面这里第2个按钮可以看到，你可以改变它的颜色，也可以滑动它来改变颜色啊，到不同的位置啊，它的显示的颜色不一样啊。比如说想要红色就拖到这个位置啊，想要蓝色就拖到这个位置，想要绿色呢就拖动到这个位置啊，想要红色就拖动到这个位置。喜欢哪个颜色呢，你就把它放到哪个颜色。那你还可以让这个文本呢变得透明或者不透明。如果你知道要哪种颜色了，你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颜色我想让它透明，那第3个按钮这里你可以拖动它，我想让它透明一点，可以看一下啊，它就变得透明了。那么这上面的文字就显示的就非常的透明了哈。那这个再透明就完全看不清了啊。它的一个透明度这里是可以调整的，它的透明度看一下，你也可以进行一个调整。那你还可以复制底部的这里一个颜色代码，那么你想后面的颜色都使用这个颜色的话，你就把这个代码呢给它复制下来，或者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局颜色，点击这个加号，这里呢你就把这个颜色呢给它点击一个这里点一个紫色 ，OK， 点击一个创建，这个颜色呢就被你添加进来了。关闭之后呢，你还可以再次对它进行一个编辑。编辑颜色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但是唯一的一个小问题呢，如果说你每一次编辑文本的时候呢，你都要来改这个颜色，你每一次都得单独进入到这个文本框里面来改这个颜色哈的，它会非常的花费很多时间。所以 Elementor 呢，它也内置了一个功能啊，可以让我们简化操作，那么就是一个设置一个全局的颜色。全局颜色在哪里设置呢？我们鼠标往上滑，这里可以看到添加元素中间这有个站点设置啊，我们点击这个站点设置，那这里就有一个全局颜色的一个选择，这里可以看到主要、次要、文本摘要啊，刚才我添加进来的这个紫色哈，你还可以在这下面添加一些备用的颜色。添加好之后，你直接点下面这个保存更改，这个就是我们全局的一些常用的几个颜色色系就有了。那除了全局颜色呢，还有一个全局的字体。那么我们要统一字体，那这里你也可以把你的字体这些呢全部设置好，点击一个保存。那么要改颜色的时候呢，下一次呢我们就可以不需要再来找到这个颜色，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文本颜色的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像地球一样的，我们可以点一下它，这里面就是我们全局颜色啊，我们设置的一个颜色。那么你单击哪一个按钮，你就使用哪一个颜色。比如说我单击这个按钮，它就变成这个颜色；那我单击这个颜色，它就会变成这个颜色；我单击这个紫色，它就变成了紫色。那么我们就可以固定这几个颜色来进行一个调换。那这个就是一个颜色的一个设置哈，就是一个样式里面它的几个，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颜色的一个选择，这样呢就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时间。那这里假如我们又添加了一个文本编辑器，比如说这里鼠标点击上面添加元素，那我再拖一个文本编辑器进来，那这里呢文本呢它是这个颜色，那么我也想让它变成这一个颜色，怎么办呢？同样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一个文本颜色，我们这里直接点击前面的这个自定义，那我还是把它变成这个紫色，可以看到它就会和我们的上面的颜色呢保持一致，这样呢就不至于我们整个网站色系呢它比较混乱。那如果说你想让这个文本和标题的颜色不仅仅在主页上，还希望它出现其他的，比如说联系页面、关于我们的页面也使用这个颜色的话，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颜色呢给它加到这个，把它创建一个颜色进来哈。那颜色搭配呢，其实也是一门学问了。很多朋友说我不知道我的网站应该搭配什么样的颜色，大家我之前有用过一个网站挺好用的这个是一个色系的一个搭配，这个网站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这里呢它就是已经给我们搭配好了颜色，你喜欢哪个颜色你就可以直接复制它这里的一个颜色代码就 OK 了这是给我们搭配好的一些颜色。那么你只需要点击鼠标上面的这个，你只需要点击这个键盘上面的空格键，它会自动给我们切换颜色。看一下
现在是3个色系，它这个都是给我们搭配好的哈。因为这个颜色搭配不好的话，整个网站看起来也是整体不是很好啊，所以这个搭配颜色也很重要。你可以切换找到你喜欢的3个颜色你就直接把这个下面的代码复制一下哈，复制这里呢先复制一下，这里直接点击复制，复制好了之后呢，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比如说我想让这里面的颜色变成这个颜色点这个样式。点到这个紫色这里，我们直接把这个下面的代码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OK， 那就是这个颜色它就会帮我们切换成这个颜色。这个代码就决定了它是什么颜色这个代码就直接记录这个代码就可以了。那回到这边来那我这个颜色我还是选择使用紫色，所以呢，这里我们一开始就在这个全局颜色这里面来就先把我们的所有颜色呢先给规划好可以预备2个颜色。不会搭配的朋友呢，就可以使用刚才的这个网站选你网站的一个配色方案。当然你也可以简单的想使用什么颜色也是可以的你自己编辑就可以了，混合使用都可以。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标题，我们需要修改的时候呢，我们随时可以点击这里它这里就会跳出来这一个编辑页面我们随时可以对这里进行一个编辑。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文本的一个全部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里的一个排版，那这里我们就直接点击旁边的这个笔点一下。那当前的字体的系列呢，就是这个 ROBOTO 这个系列，那可以点击旁边这个三角，这里有个小小的三角，点一下，它里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字体系列你可以选不同的系列呢，它显示的方式呢就是不一样的。你也可以使用其他字体这里面你可以选字体是非常多的。那这个是更改字体，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倒三角收回。第二个呢是一个字体的大小，你可以更改文本的大小你也可以让它很大，也可以让它很小，直接这里有一个我们拖动它，可以看到这个字体变得非常的大，看一下。那么也可以把它变得更小一点。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后面呢输入一个数字，比如说30来进行一个修改也是可以的拖动或者直接输入都是可以的。也建议不要太大，也不要很小我们就选择一个适中的就可以。再往下来一个字体的一个粗细这里点击这一个小小的倒三角比如说100，它是很细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字体非常的细。那么有200，有400有600，还有800，更粗的一个字体。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它设置到600左右就差不多800就显得它会有一些字体就非常的厚还有900的600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大小写转换我们就选择这个默认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在后面也有比如说大写字母、小写字母、首字母大写、标准等等。那下面是一个字体的正斜这旁边点开看一下，可以标准，可以字体斜体强制斜体都可以。那么这个斜体就是这样子的，它的字可能稍微有点斜。再往下是一个文本装饰这里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可以加个上划线通过线比如说加个下划线，可以看到这是上划线我看一下下划线，它会加在这个下面，选择一个默认的。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行高，这个行高就是选择2行之间的一个距离。如果有2行的话，你想控制它中间的一个距离，那么你就可以点这个行高来设置。那再往下是一个字符间距，就是指2个字之间的一个距离你可以把它变大变小。那下面是一个词间距词与词之间的一个间距。这个以上呢是所有排版里面的一些信息，我们点击这里一个笔把它收回。实际上这个排版的全部内容呢，就像颜色一样你也是可以选择一个全局的一个字体而不需要单独的去改每一个文本。这个全局模式你可以点开看一下这个里面呢它会出现有全局的字体，点开看一下。比如说主要的字体、次要的文本字体是怎么样的，摘要又是怎么样的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把它编辑好，你点这个编辑，这里面就有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你一次性把它设置好就可以了。
这里点击个叉给它关掉。同样，什么样的字体好看呢？大家平时呢可以多去观察一些其他一些网站，一些好的一些网站，它的一个构建它的字体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你也可以去阅读一些有关的一些网上字体的一些使用，选择好一种字体选择好之后呢，就直接在全局设置中进行设置就 OK 了。建议大家呢，直接就在这个全局模式里面，把全局颜色和全局字体这些呢，就直接把它设置好了。那这个里面设置好了之后呢，你这样子设置好之后呢，当你插入一些小部件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调整为你想要的一个字体和大小，而不是对每一个文本来去进行一个调整这就是全局设置的一个内容。这个全局设置的话，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它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因为你只要制作这些预设一次，那后面呢，基本上你就不用去管它们了，整个全部呢应用它就全部就会帮我们设置下来。OK， 那接下来我们再接着讲这里的一个，我们刚才讲到了排版，接下来是文字描边，还有一个文本阴影。那么文字描边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它可以给文字添加一个边框，你可以让它变厚这里你看，我们加一个边框，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再加的话，它这个字体就看不清了这个就是一个文字描边。那这个我们一般不使用它，直接把它设置为0就可以了。那这个文本阴影呢，也是可以，我们点着后面这张笔可以来修改它。你可以让这个字体模糊，你看这里点到0它是正常的，看一下，你再拉一下这个字体，它会出现一些阴影。你也可以调整透明度可以看到这里的颜色它的透明度你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我想它更透明一点就看不清了这个深一点就看得很清，再透明一点就看得不是很清，隐隐约约的有那么一点看一下，这个阴影是可以调整的。你也可以调整这个阴影的颜色，看一下你可以把它变成红色其他颜色都可以，绿色也是可以的。这个阴影暂时我们也使用不上可以不用它。那下面呢还会有一个水平垂直，你可以水平垂直移动它。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阴影给它加重一点刚才这个阴影调的不是很清楚，这个阴影。那这个水平呢，你也是你可以让它阴影部分你想宽一点，你就来拖动这个水平，看一下。想垂直上下阴影还是垂直阴影，这个也可以拖动它可以看到可以往下拖这个阴影，这个我们还用不上。这儿呢还有一个混合模式，这个呢我们一般也用不上直接标准的默认的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刚刚就来设置了一下这个文本，我们再回到这个添加元素，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普通的文本。那么这里是我刚才添加的第二个文本编辑器，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下，点击这个内容。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小部件这里面来处理一些普通的一些文本，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文本。同样呢，这里呢文本呢我们也是可以编辑它的也是可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可以编辑的一个普通的文本。那这上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想要加粗这个字体这里会出现一个 B 我们就点一下粗体这里明显这个字就变粗了。那这呢你也可以将它设置为一个斜体，比如说这个我让它设置为一个斜体可以看到它就变斜了。它和这个 Word 和 Google Docs 非常的相似我们甚至可以编辑这个序号排列。这里呢它也有下划线，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一些符号，这里呢还可以排号比如说我们给它排序一下那么这里呢我们同样比如说测试文本，我们想要添加一个链接，那选中这里呢直接插入链接，直接在这个文本下面添加一个链接。当有人点到这个测试文本的时候呢，它就会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链接这里也同样可以添加好了之后点这个应用就 OK 了。这里还会有一个可以看的这个隐藏的一个工具栏这用得上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么我们往下拉，它下面呢还有一些其他可以看到，这里列数什么列间距这些呢我们暂时也用不到。接下来我们点这上面的一个样式，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同样也会有一个居中对齐文本颜色排版，这些基本上和我们上面的标题它里面的编辑功能是一样的你可以选择居中，也可以选择靠左靠右，你也可以使用一个全局的一个颜色或者自定义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啊，我使用了和标题一样的一个颜色。那这里的排版你点开看一下，它也是一样啊，字体的粗细大小啊，该怎么样去这里设置都是一样的。它的工作原理是完全是一样的啊。这儿也有文本阴影，也有这个段落间距。那这里呢，文字的一个内容啊，给大家讲到这里。上面呢还有一个高级设置。那这个高级设置呢，我们暂时不必打开它啊，我们现在也用不上。后面呢也会给大家讲。这里讲的最多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字的一个编辑信息，因为文本呢是我们用的第一个小部件啊，后面我们也会用的比较多啊，所以呢我这儿就给大家讲的比较的详细。这里好处就是呢，我们几乎其实所有用到的其他小部件呢，结构都非常非常的相似哈。你所做的就是将它我们将它给拖入，再进行一个编辑啊，结构都差不多。那么这里当你不喜欢某个地方啊，设置好了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我们也可以随时的撤回啊，去撤销它们啊。说到这个撤销，那么我们该怎么撤销呢？它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呢？假如我们现在对这个页面呢也进行了一个大量的一个编辑，但是呢我不喜欢我中间的一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种方法可以来撤销它。那怎么撤销呢？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3个横线，那我们点击一下，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历史啊，再点一下。那么当你创作了一些模板啊，你编辑好一些页面呢，在这个里面呢，它会出现你的一些你做过的一些历史记录，你可以看到每一次的一个保存时间。目前为止我这里呢是没有显示的，你所有的操作呢，它在这里都可以看到。你还可以点击这里一个修订，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已保存的所有更改的版本。比如说，我喜欢前面做的一个版本，并且我保存了它，那我就可以通过修订来找回，并且你可以点击它进行一个更新。那么这一步做完之后呢，我们又来完成下一步。我们每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里面会出现一些按钮，比如说点击这里比如说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它都会有一个按钮出现。那再回到我们的这个页面，我们怎么样编辑按钮？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这种文字呢，我想把它删除，因为它呢，接下来它也用不上，添加它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知道这里怎么样添加。怎么删除呢？我们把鼠标给它放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鼠标放到这里之后呢，你可以点击一个鼠标的右键，那么这下面就会有一个删除按钮。那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这里我也一并教给大家。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结构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容器里面呢，它放了2个小部件，第一个是标题，第二个是文本编辑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点击删除，点一个鼠标右键，点击这里一个删除。 OK， 那这个我们就把它成功的删除掉了结构先关掉。接下来呢，我想插入一个按钮，我们找到左边的一个按钮小部件在这个位置我们按住鼠标左键把它拖动过来当粉色线出现，我们想放在上面，那么你就等上面的线出现。那如果说我们想放在这个标题的下面，就等它下面的红色线出现，我们就可以放手。那这里就添加了一个按钮，那么与文本一样它会自动跳转到这样一个编辑的页面。同样它会有内容、有样式、有高级设置这3个编辑按钮。那么每个小部件中呢都有这几个选项。内容当然比文字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可以忽略这些类型设置。这个类型这里呢我们可以忽略因为对于这个按钮来说这个没有什么作用。那这里可以看到点击这里，那这个文本呢我们也是可以更改的我要更改这个按钮的文字，鼠标来到左边这里有个文本，点击这里这个文本，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改。假设我这里给它改成一个查看更多或者更多精彩，那么这里字体就更改了。如果说你是做电商的，你可以写热门产品也是可以的
那么下面同样也是一个链接哈，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哈。这个链接呢，你可以放你的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你也可以放你的产品链接啊，你还可以放，就像我这样子啊，复制一个油管频道的一个链接，那么可以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那这个链接其实非常的重要，并且它里面的内容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链接的意义呢，在于你点击它的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说它会将你带到另外一个页面啊，它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所以说呢，你现在可以在链接中设置啊，跳转到任何的页面啊，就像我刚才一样，把链接直接复制过来粘贴到这里啊，它就会跳转到我的一个 YouTube 频道。除了添加这个，其实呢，你还可以在这里搜索自己创建的一个页面，比如说啊，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又比如说一些什么隐私政策、退货政策啊，你也可以把这些链接呢给它加入到这里。这里比如说我输入一个联系我们，如果说你已经创建好的一些页面，那么当你输入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弹出来啊，你直接选择就可以了。那最好呢，在这里再选择一下啊，在新窗口打开，这样啊就会从另外一个页面给它打开。那另一种选择就是呢，当单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可以使页面向下啊滚动到页面的一个特定区域，那么这个被称之为锚链接。那这里呢，你要添加一个井号键和一个单词作为链接，比如说我这里输入一个井号键，输入一个 MORE， 那这个呢稍后呢会有用哈，这里我等一会儿呢再进一步给大家讲解这一点啊，确保你也要对它有一个印象。图标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图标的选择，这儿会有一个图标库啊，直接点击进来，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图标，这儿我们点双击一下哈，选中一个图标单击一下，点一个插入这里，那这个图标就选好了。你也可以选择上传图标，上传图标也是可以的。例如这图标我可以搜索啊，你可以在上面搜索，比如说我是宠物，搜索一个宠物的一个图标。OK， 可以看到这个图标加进来之后呢，它就会出现在这个按钮的这个旁边。那我们拿这个宠物作为一个图标，那么图标的位置你可以选择它在文本的前面还是文本的后面啊，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后面，也可以选择前面。那下面呢是图标的一个间距啊，你可以让它离得远一点看一下啊，你可以让它凑得近一点。这个就是按钮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样式看一下。那么这里按钮呢，同样呢，你想要它位置靠左还是居中，这里可以选择居中。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全屏的样子，我们这里点击这里有个三角，我们让它隐藏面板啊，这个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哈，把它返回。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排版，这个排版呢，它呢主要是针对按钮中的文字，你可以点击后面这个笔，这里如果我们一开始把它全部选择好之后，这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默认的就可以了。这个颜色也是一样哈，前面有个颜色，有个全局的字体啊，比如说我选择一个摘要的颜色，你也可以选择一个文本的颜色，下面是一个文本阴影，这个我们不需要哈。这里文本的颜色哈，你也可以点这里啊，可以选一个全局的颜色，比如说呢，我想让它变成这个颜色的哈，这个颜色啊也是可以的啊。文本的颜色你也可以改成这个紫色，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标题和文本已经讲过了哈，这里就不过多给大家讲。接下来再看一下，这里有一个标准文本颜色、背景的类型，还有背景的一个颜色。这里它的背景颜色呢，我们也是可以改的哈。你可以点击这里一个经典，你也可以选择后面的一个渐变色。那点了这个经典之后，下面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颜色的一个选择。这里我们点这个摘要啊，我们有一个全局的一个颜色。这儿我们可以给它统一的去指定一个颜色。背景的颜色呢，我们也给它改了。这个背景就针对后面它的一个背景哈，这个文本颜色就针对前面的一个文本。这里着重再给大家讲一下旁边的这个悬停。这个悬停呢，它会涉及到文本的颜色、背景类型和颜色。这个悬停，当有人无论是你自己还是访客呢，将鼠标移到这个按钮上发生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把鼠标放到这个上面呢，这个字体呢，它会发生变化。
前面的文本颜色、背景颜色这些我们已经设置好了，我们就主要来看一下这个悬停。这悬停的话，我们可以改，比如说文本颜色改成一个红色，背景的颜色的话，给它改成一个白色。那边框的颜色，边框呢我们可以不动它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个神奇的变化。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它是一个蓝色和一个紫色的一个字体。那么当我们鼠标移上去之后，是不是神奇的发生了变化啊？它的字体变成了红色，它的边框呢变成了一个淡白色了。可以看一下啊，这就是悬停的一个作用。当有人把鼠标移上去的时候，这里呢它会发生一个变化。这里确保呢还能看到我们的文字。这里我们给它设置一个边框鼠标往下拉，这里边框类型的话，我们选择一个实线。边框的宽度的话，这里我们给它调成一个2。边框颜色这里呢也是可以设置的。边框颜色这里我们选或者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选成一个紫色，也是我们的主要一个色调，所以这里会看到一个紫色的边当鼠标拿上去的时候，那它紫色的这个边框呢还是在的。那这儿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悬停动画看一下在左侧栏这里点击这个三角可以选择一个悬停动画它会有一点反应，可以看一下它会有点轻微的动再换一个看一下，再换一个看一下它会大小来回有变动，它会这样斜着看一下，它会这样上下动每一个悬停动画它是不一样的当有人把鼠标移上去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这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非常的神奇？这个挺好的，放大放小。边框的颜色稍微淡一点边框的颜色我把它透明度给它降低了一点，给它加一个悬停动画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就是标准和悬停的一个全部内容我们刚刚设置了一个边框，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边框颜色还有一个边框圆角，就是这个按钮的角，我们可以把它设置一下。这里可以看到它后面有一个链接，它的值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20可以看到它上下左右都会直接帮我们一起改成20它就直接变成了一个圆角刚才给大家点输一个0，它刚才是一个正方形的这就是一个圆角的一个效果。这里比如说呢，我把这个值给它取消我这里输入一个20它只有这个上面发生了变化。看一下，我把下再输入一个20它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只有上下有变动左右呢它不会有变化。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先连接起来，我们让它整体变成一个圆角也可以改成一个15，那么最好的是18让它整个圆起来。鼠标往下拉，这里还有一个合阴影，整个按钮的阴影这里你可以点进来，点这个笔进来尝试一下。可以看到一点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阴影出现了这里一个模糊。那么你还可以让这个阴影给它扩散看到这个阴影会变大，看一下。设置好之后我们点这个笔收回。接下来是一个类聚，类聚顾名思义呢，就是这个值可以看到了，它又连接在一起了，是它的类聚。我们可以这里也可以输入一下我们这个文字距离的一个边缘它有没有更多的一个空间。那这里呢我们通常输入一个15，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类聚类聚就是上下左右它离文字的一个间距它现在是属于上下左右都会有一个15的一个间距。这里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值取消，我把左右两边输入一下，比如说20，你可以看到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那我把整个都输入20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选择15就差不多。这个呢就是一个样式的一个全部内容。这里呢还有一个高级设置，但是这里呢我们目前需要跳过这个高级设置我们点击上面的添加元素，回到小部件。大家如果看到这里有一些疲劳，建议你呢可以起来活动活动毕竟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视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保存下来反复的观看。那当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你可以多看几遍小鱼这个视频讲的比较细，那么怎么样保存这个视频呢？这里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点到这个视频，比如说点进一个视频，在这个
视频的下方这里有3个点，3个点这旁边就有一个保存，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视频保存下来。朋友们，你们休息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又继续咯。可以看到呢，回到小部件，我们这里添加了1个按钮，看起来是不是还非常的不错？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下 Elementor 啦，它里面非常酷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不使用方法的话，可能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我们使用的方法哈，你会节约很多的时间啊。比如说我们该用一些 AI 软件啊、AI 工具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些 AI 工具啊。我们要画图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图片啊来作为一些广告的时候呢，我建议呢大家可以使用这个 Leonardo 来生成一些图片。那么 AI 生成的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一个版权的风险。如果说你去其他的一些网站找的一些图片，或者说在网上不知名的一些地方去下载的一些图片啊，它可能是存在一些版权风险的啊。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可以用 AI 来生成啊，可以 AI 其实它也能生成出来的图片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小鱼儿这里用到的是 Leonardo AI，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 Midjourney 哈，相关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还没有 Leonardo 的朋友呢，可以先注册一下哈，用你的谷歌邮箱登录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呢是小鱼儿生成出来的一些美女图片，那么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啊，可以看一下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这个也是小鱼儿常用的一个 AI 软件哈，我们做网站的时候都用得上。返回来，那这个按钮啊，我们做起来还是花了一些时间，也非常的漂亮。但是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节省我们的精力和时间呢？那比如说我需要2个按钮，那我是不是还得像刚才一样再来重复一遍这个整套过程呢？这里我告诉大家不需要哈，我们可以有方法。那这里鼠标我们来到这里那我们可以单击右键点击一个复制，那我们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点击粘贴，可以看到第2个按钮出现了，我们不需要再重复去操作这个方法。那这个不需要点击右键点一个删除。那还有一种方法，比如说我直接放上来，点击右键直接复制到此对象下，那也同时出现了2个按钮啊。这个呢我把它删除掉。那还有一种方法，比如说我拖了一个按钮过来，这个按钮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想要跟这个一模一样的，同样点击右键点击一个复制，我们来到这里点一个右键点一个粘贴 OK， 这个按钮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给它删除了啊，这样我们就节约了很多的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第2个按钮就已经有了，那同样我们可以点到这上面，你只需要来更改上面的文字就 OK 了。那你点击这个按钮，这里呢你来把它这个里面的文本更改掉啊，链接更改掉就可以了。这里呢好处就是啊，它的样式、颜色、宣传动画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这个按钮比如说我这里要改成更多文章，那么这种方法适用于，那么这个方法呢，除了可以粘贴啊，可以复制这个按钮，我们还可以复制 Elementor 的一个页面啊，把这个页面进行复制，并且呢把它粘贴到另一个页面。所以说这一个选项哈，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朋友总结下来的一个经验啊，可以为你节省大量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想构建多个相同类型的一个小部件，那么你可以首先构建一个，然后把它做好，接下来呢只需要去一遍一遍的复制粘贴样式，或者说你复制整个小部件的内容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对这些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更改就 OK 了。那么这一步我们的一个编辑按钮呢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个编辑按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向大家展示啊我们的这个小部件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代表性的一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我们的下一步。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怎么样来设置我们的容器。那么我们前面呢一开始给大家讲了怎么样使用容器来构建页面的一个结构啊，比如说这些小部件应该放在哪里，页面上的一些具体区域该怎么样设置等等。为了能够构建这些结构呢，我们必须了解可以在容器中呢进行哪些设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什么问题呢，朋友们呢可以在下面留言，那么小鱼儿有时间呢也会回复大家。那这里呢，你还可以找到视频下方加入小鱼儿的一个知识星球，
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向小鱼儿提问。那么这里是链接哈，也新手朋友，如果说你刚刚开始有很多问题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大家也打起精神哈，我们继续下一步鼠标回到左上角添加元素这里，我们来到中间这里，我们还是先选择一个结构，点击这个加号选择这个弹性盒，这儿我们选择一个结构。那这里呢有了一个结构，我这里为了简单，我就选了一个容器哈。这里呢我们还可以选择将容器插入到这个容器中来接下来呢，我们回到左上角点这个添加元素我们找到这个布局下面的这个容器，我们把这个容器给它添加过来拖到这个粉色线出现就放手。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容器，编辑容器，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容器，中的还有一个小容器。这呢我们可以先删除它，找到这个长方形，点击一个右键这下面有个删除。OK， 接下来呢我们就只有这样一个大容器。我接着构建一个区域，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容器的一个设置你也可以按照这个来练习一下。接下来呢，我要在这个容器当中呢加入两个图标的小部件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搜索一个图标，那么也可以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图标，我们把它拖动过来选择放手，再点这个添加元素，我们拉到下面。那这里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再拖一个进来，你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图标的右键复制到当前对象这里就有两个出现了。那么我们需要来更改一下这个图标，那我们先点中第一个图标这里图标库我们选一下，我们换一个图标，点一下，点一个插入这个图标就换了。那么下面的图标呢，你也可以点击换一下图标库，点击这个图标插入，那么这两个图标我们都换了。那如果说你想编辑这个容器的设置，可以将鼠标停留在上面这个容器这里，那这里可以看到呢，这里有个加号，有6个点，还有一个叉，你可以删除，可以编辑容器这6个点就是编辑容器。那么我们就点这6个点 OK，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布局样式高级设置3个编辑。那我们就从布局先开始。那这呢，我们先给大家讲解最小高度。那容器的结构方式它的高度呢会根据内容所需的空间大小而变化。比如说我这里再拖一个进来点这个添加文本这里我点一个文本编辑器再添加一个进来，可以看到这里呢它的一个容器就会变高因为我下面又添加了一个部件。如果说你在这里再添加，那它的容器还会变化，还会变得更高。但是呢你也可以设置我们同样点这6个点这里容器回到这里最小高度。那这个容器它有一个最小高度即使你没有内容这个里面没有内容，它也会有一个特定的高度。可以看到这里最小高度，那这里旁边是它的一个测量单位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小小的三角，它一共有4种测量方式一个 px、en、ren、vh。那这里我们将这个测量单位从像素 ph 呢更改为 v。我们在这里来滑动鼠标，你可以看到它慢慢的发生了变化。这个容器呢它在变高，变得越来越高。看一下，当我拖到100的时候，那么这里就变得这么高了这个容器就变大了。那我再接着拖，把它拖到100，那这个是这个容器的一个那么这个容器100的时候它是刚好填满整个屏幕。 VH 代表视觉高度，因此呢它是比较适用于每一种屏幕的一个尺寸。如果是100%的话，它就填满整个屏幕。那这里呢我先将它保留。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的宽度，这里呢点击这个三角，它有2种选择，第一个是合适布局，第二个是全宽度。那么在添加这个容器的时候呢，默认情况下呢它会设置为合适布局。合适布局它其实意味着容器本身完全是从左到右，但容器的内容它就是一个小部件它是不会覆盖页面的整个宽度，而是仅限于它的左侧和右侧。你可以通过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标记可以看到这里有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一点哈，我们回到这里看一下它这个地方测试一下哈。我这里输入一段文字，我把它粘贴到这下面，大家可以看这个啊，就能看得出来。那么文本呢，它是不可能显示全宽度啊，两边呢还是空出来的。那它在这个里面呢，当它的文字到达一定的时候呢，它会选择转行，它是从左到右到一定的时候，它就直接给你转行，不会显示全宽度。那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再次编辑这个容器，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这6个点，那我们再来编辑这里有一个宽度，那么我们来移动一下这个滑块。可以看到它这里呢会慢慢的变宽，这里有个最大宽度，你可以看到这个小部件的边框呢它正在发生一个变化。那还可以给它变窄，可以看一下它也可以变窄这样子也可以把它变宽。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合适布局，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全宽度，全宽度呢它就会，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呢内容和容器呢宽度之间就没有任何的关联了，它可能已经超出容器的这个范围了。所以当你在改这个宽度的时候呢，你要学会更改容器的宽度。那么那这里选择全宽度呢，这里呢也是可以看到它也可以调整的，看一下。所以当你改宽度的时候呢，你也会更改这个容器的宽度。那这也可以从容器的外部来标记。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容器的外部标记发生了一个变化，事实中可以看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这个合适布局，使用一个标准的宽度当你鼠标把它拖到1140的像素左右。那这里呢我向大家展示这些设置因为某些情况之下呢你可能使用它们比如说如果你要2个彼此相邻的容器，并且想要调节2个容器的宽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调节。如果说你想要让使一个容器比另一个容器宽的时候呢，当我们观察其他结构的时候呢，那么学会这个呢，你会更加的有意义我这里就给它显示为一个合适布局。那这里呢只是给大家演示这我先会删除这个文本小部件这里我们点击一个右键下面鼠标拉到底，这里会有一个删除键，我们把它删除。我们再回到这个容器当中，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我们这里点一下这个容器，那当你点这6个点的时候，它就会回到这个主容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再接着讲下面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项目里面它的一个方向。那么默认情况下呢，这个 Elementor 呢，它会将它设置为一个列垂直，这样呢，内容呢它就会一个一个的往下排。那么一个它会可以看到它会排在一个的下面。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小部件呢，它都是在它的一个排一个往下垂直这样排的。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改变它的方向，这里呢我改成一个行水平，那么你可以看到它2个就并排对齐了，它2个就彼此相邻，从左到右这样子排了。那这呢你还可以反转也是可以的，它会改变这里的顺序。这里呢还有一个列反转它就跑到这个下面来了。我们这里还是给它保留为一个行水平回到这里。接下来是一个主轴对齐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个对齐的设置呢，它的一个作用呢，在某种程度上呢，取决于你选择的是列还是行。这里呢，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是行，对于这个副轴的一个对齐呢，那么副轴的设置内容呢，它是否应该放在这个顶部居中还是底部这里你可以看到开端、居中，它会呈现在中间，或者末端，那它会在这个最下面。那这里还有一个拉伸它也会到这个上面这里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它放在这个中间。那这个主轴对齐呢，则是它的一个水平应该放置的一个位置。比如说第一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开端，那么这个主轴对齐它也可以居中也可以末端也可以首尾无内容这样的中间呢会空出来一个距离也可以首尾半内部它中间的距离会短一点。那么也可以全同等间距看一下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它的每个中间还可以这样给它调整它中间的一个距离看一下。那这里你也可以选择行垂直，那么它就会是这样子放的上面一个下面一个。你也可以选择居中，看一下你也可以可以看到它2个之间的一个距离，看一下，这样就可以方便大家来调整
这是行啊，这是垂直，这是在末端，这是在开端。看一下啊，是居中。一般情况下，要不就放在顶部啊，要不放在底部，要不放在中间。那这个间隙哈，你想要让它宽一点呢，你也可以选择它的一个间隙。这个呢，只是小部件之间的一个距离。这里呢，还有一个往下，这里有一个间距，这个间距就是这个小部件之间的一个距离啊。比如说这里呢，我们可以设置成一个220，它是这个样子的啊，它这个就是两个小部件中间的一个距离啊。比如说150啊，它中间就隔了这么开，那么300啊，它会隔得更开。就让它中间拥有更多的空间，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转行、换行或者其他选项啊，也可以选择50啊，我就让它保持50的一个距离。下面有一个其他选项，这个呢只适合高级用户哈，我们这里是用不上的。那还有一个跟容器相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自对齐。那这里如果说你对容器进行了定位设置，那么容器的所有内容呢就会像这样定位。如果说你想单独来设置其中的一个小部件，或者说呢你想要以不同的方式来放置某一个小部件啊，你可以单独来设置它们。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你点中这一个啊，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单独的一个铅笔，我们可以点一下。我们点到这里有一个高级设置，鼠标回到左边点高级设置，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自对齐啊。你比如说你要让它跑到这个开端或者居中，或者末端，或者拉伸都是可以的哈。这个就是让你单独来调整其中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不同的位置，这个呢还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它的位置可以这样子去进行一个调整的所以呢大家要理解这样的一个原理。你如果说你想使用这几个设置的话，并且理解它们你就可以将这些东西和容器呢给它结合在一起就去构建你自己想要的任何的一个结构。那么它们的位置该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并排放，或者怎么样的想要摆放呢？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先把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这里也有个可以看到，这个有个删除容器，我们可以直接将它删除。那么你可以看到，那我的这个容器里面呢，它有3个小部件这个容器里面有3个小部件。那么它容器的一个摆放就是一个垂直摆放的，一个放在一个的下面，这个设置为列往下这样排的，都在这个彼此的一个下方。那这里我希望这2个按钮呢，它能在并排出现，我不想让一个上一个下。我们怎么样实现这一点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进入小部件，点击这里添加元素，鼠标回到左侧点击添加元素，我们把这个容器给它拖一个过来。所以我们把这个容器给它拖一个过来，放在这个当出现这个粉色按钮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放下，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容器。现在这个容器呢是在这个按钮的下方。那么我们想要编辑这个容器的话，我们就把鼠标停留在这里有个长方形的一个按钮，或者你点一下它。那么我们就先点这里，然后找到一个布局，鼠标往下拉，这个方向呢我们给它改成一个行水平。接下来我们把鼠标呢停留在一个按钮上面，我们单击这个铅笔按钮，我们把它直接拖拽下来，拖到这个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容器里面当这个粉色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放手可以看到已经拖进来一个了。那接下来我们又把另外一个鼠标放到这个按钮上面单击这个铅笔，再次把它拖到这里。那么这里拖的时候千万不要放错，放错了它的位置就不对那我们再来点击这个笔往这上面拖当前面出现一个粉色按钮它的粉色按钮是出现在这个前面的不是出现在这个后面要出现在它的前面。选择放完之后，可以看到这2个按钮呢就并排在一起了。同时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鼠标回到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点击这个结构的时候呢，点击这个结构，鼠标来到右边，这里有出现这个结构。那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添加进来的容器，里面放了2个按钮。如果说这2个按钮，一个是热门产品，一个是更多文章，那我想要调整它俩的位置怎么办呢？我可以直接按住这个按钮往上拉，那么它2个的位置就调换了。
那我想可以看到，刚才还有一种方法啊，这个按钮在上面，这个在下面，我怎样让它两个并排在一起呢？也可以同时可以看到啊，这个按钮我们直接给它拉着往下拖 ，OK， 它两个就并排放在一起了。首先你要找到这个结构啊，结构就在左上角这里一个结构啊，点呢它可以把它收起来，再点就可以把它打开啊，这个结构就在右上角这里啊，这里的我们所有的操作步骤在这里面可以，它都能看到。这个结构呢啊，大家平时遇到问题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啊把这个结构打开来看，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所有的一个页面，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来啊进行一个编辑也是可以的。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两个按钮，这里结构里面啊，这里有个眼睛，比如说我想只让它出现一个怎么办？那这儿我们不必删啊，我们直接这里有个眼睛把它点一下。OK，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了，那这样它就不会显示了。我们这里已经把它关掉了。当有一天我又想用它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眼睛给它打开啊，它又出现了。上下左右的位置啊，你都可以把它直接往上拖啊，它会跑到最上面来啊。你也可以把它直接拖下来，也这样子操作也是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次啊，这里我们不用了，我们就把这个结构给它关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编辑一下这个容器，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容器，这里呢有一个长方形啊，这里会出现一个编辑容器，我们点一下。我们在项目中这里呢可以选择它的一个对齐方式，这里我们可以啊主轴对齐，我们可以选择居中啊，它就会在中间出现末端、开端，或者中间要留一点缝隙啊，这样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当你需要用到两个按钮，那么这些你一定要学会设置哈。那这个呢，就是如何使用容器设置来构建你想要的一些结构的一个讲解。那么我在本期视频里面呢，也会进行更多的一些演示操作哈，以便你可以更好的来理解它，并且熟练的掌握它。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哈，可以跟着小鱼儿的步伐，一步一步的往下走。那不会的地方呢，建议你可以反复的看一下。一开始可能会有一点难啊，但只要你继续观察啊，只要你继续把这个视频看完，尝试一下啊，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累计，你就会明白一切啊。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容器呢设置就已经完成了。那么在下一步当中呢，我们可以编辑图像和背景，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那这里呢，我还是在这个页面哈没有离开。大家可以做完一步的时候，你可以先休息几分钟，我们再开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背景开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构建背景的一个部分。那这里呢，这个容器太小，我们想要一个覆盖整个屏幕的一个背景图。那这里我们可以点这6个点，我们把这个最小高度给它调到一个 VH。那这里呢，我们把它拉到100。OK， 可以看到这里就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屏幕，让我们来放置一个背景。中间的这个标题和按钮呢，我想要给它放在中间，所以我们要调整一下这个容器。我们还是点击这上面的6个点。接下来我们来到项目设置这里，把这些文字按钮都让它居中。那么这儿呢，主轴对齐我们选择居中，那这里副轴对齐我们也选择一个居中。那这里可以看到按钮它没有居中怎么办哈？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容器。那我们到这里来给它选择一个居中 ，OK， 那就全部都在中间了。这个文字太小，我们可以把它设置的更大一点，那这样大小就可以啊。现在呢，我已经构建了本部分所需的一个结构，我们就需要这样一个结构来里面放一个背景。这是一个举例哈，给大家讲了一下如何组合这个容器，以及这个用设置来构建你想要的一个结构。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更大的容器的背景来处理这个背景，所以我们还鼠标往上拉，点击这里6个点，我们要来编辑一下它。那么现在的这个背景你可以看到它是空白的，点6个点之后，接下来我们来到这里一个样式。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添加一个背景这里背景类型选择经典，这里有经典，有渐变，有视频，还有一个幻灯片。我们就先选一个简单的经典。那这里呢，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颜色有一个像地图一样的，我们点开，它里面有我们的全局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把这个背景调成一个绿色
调成一个蓝色。当然这里你还可以选择任何颜色这里可以看到颜色后面这里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图标，我们点一下你也可以给它选成一个红色橘色、绿色、蓝色、紫色这些颜色都没有问题。那我还是选择这个蓝色，选择这个颜色作为背景。你觉得一个颜色太单调，那你还可以选择这里有一个渐变可以看到可以用2个颜色。那这里呢，主要颜色用这个蓝色，次要颜色这里你也可以改，比如说我要让它淡一点也是可以的，它会有一个渐变的效果这就是2种颜色的一个混合。上面是主要颜色可以看到这里是上面是主要颜色，下面是次要颜色，它的2个色系是颜色的一个代码，这里都能看见。那下面呢，这里还有一个类型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个线型，线型呢这里角度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渐变的角度就会不同或者在左边或者在右边看一下或者在下面这里角度可以调整，大家可以来试一下。那这个渐变色呢，它会比单颜色呢会更加的丰富。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添加视频背景你可以看到背景类型这里面呢有一个视频背景。那么视频背景呢，你直接可以加入一个链接，视频的链接进来。那这里没有合适的视频，大家可以到素材网站里面来它里面有的是免费的有的是需要付费的这儿它的名字叫 Pixelway。那么我们把地址粘贴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变了一个视频的一个背景。你也可以加入你的比如说你的 YouTuber 的一个视频你有合适的视频你也可以放在里面。这里我换一个宠物的视频，那么这就是一个视频背景。那这里呢，你还可以设置一个开始时间。这里比如说假如这个视频它从2秒开始播放，或者说我要让它从5秒开始播放，还可以设置它的结束时间比如说结束时间就到10秒结束，这个是以秒为单位的那么这下面你还可以设置仅播放1次，这里你可以把它点击打开。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视频在结尾后就不会再重复播放了不像有的视频一遍又一遍的播放，那你关掉的话它就会一直循环播放。这儿呢，你还可以打开是否需要在手机上面播放，需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按钮打开，如果不打开它就不能在手机上播放。这里建议大家把这个打开因为现在的互联网使用手机流量的人呢会越来越多。那么你这里下面还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备份，那么是否需要备份这个视频无法播放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图像。那这里你可以添加一个此封面图像呢将替代背景视频，以防无法加载视频。那么当有的时候视频加载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里放一张图片比如说我这里随意的上传一张，当有出现卡顿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这张图片不会只呈现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又假如说如果你的移动设备关闭了视频，或者因为可能存在的一些网页错误这里呢我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加一个背景的一个预备备选。这里呢我把这个视频呢给它删除我不建议使用这个视频来作为背景因为它有的时候会让你的网站变慢。但是如果你确实想用一个很酷的视频作为背景的话，那你绝对是可以使用它的，这也是非常推荐的。那么这里我们鼠标往上拉，回到背景类型，这里我们点这个经典，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图像你点击这里选择图像可以上传图片，你可以让把你的公司背景拿来做一个背景。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这里上传文件选择文件。这儿比如说我们可以上传你做好的图片，你可以从你的电脑上面上传一些你比较想要的一些图片。那这里可以看到我的这张图片已经打开了，有的时候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红色的按钮，它会提示你上传失败。那么遇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你只需要重新加载它就可以了。如果没有遇到的话，那这个问题就直接忽略它。上传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有告诉你图片的一个大小图片的一个像素，你可以看到你的图片有多大建议你的图像不要太大，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否则你的页面将会永远在加载，它就会很卡这个就会给用户一个不好的一个体验，它会影响到一个谷歌的一个 SEO。这个就是说在搜索的时候呢，会把你的排名
下调。那这里330KB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而且对于特别大的背景图像，不会把大小局限在500KB 左右。那如果说你想找到一些优质的图像作为背景啊，这儿呢我推荐大家这个Pixabay 可以来看一下，或者建议大家呢，之前小鱼也给大家讲过了哈，你可以使用 AI 来帮你生成图片，那么这个是无版权无风险的。毕竟他们的一些素材呢是有非常多的人已经使用过了哈，它的使用率太频繁了。那么 AI 生成出来的图片呢，它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呢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那如果实在遇到你的图像有一些大了怎么办呢？你可以使用一些在线的一些压缩工具，对它来进行一个优化，再进行一个上传。这里我确定选它了，我就直接点击右下角这里一个选择 ，OK， 你可以看到我的背景呢就换成是这样子的了。那我这儿再换一张比较可爱的图片。那么还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图片的尺寸不合适啊，刚才小鱼儿这个图片尺寸就有点不合适，给大家看一下。那它这是2张拼接起来的，看一下啊，它不是一个16:9一个长的一个图片，所以它会进行一个拼凑，所以我这里重新换一张看一下，这一张就好很多。那么太大的一些图片呢，它也会自动裁剪哈。那这里可以看到，这旁边呢还会有出现一些这下面还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这边鼠标回到左侧栏，它这里有个显示尺寸是默认，我们选择这里我们可以这里选择一个自动，也可以选择一个覆盖。可以看到这个覆盖效果是不错的啊，整个屏幕就已经铺满了哈。这里有个定位，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你可以选择中心居中，也可以选择顶部中心。那这里分辨率呢，建议大家选择这个原图哈，原图的分辨率会更高。那么你选不同的一个位置定位，它的出现的一个位置就会不同。当你设置好之后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把这里有个隐藏面板哈，在这个位置哈，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隐藏起来看一下，这就是一个全屏的一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点回来。那么这里有一个自动的这个选项哈，自动这个选项的话，它在于是每个访问者都有不同的一个屏幕尺寸因为屏幕设置的内容通常在其他的屏幕尺寸上看起来不一定效果是最佳的，可能我们这里看的效果是最佳的，但别人的设备上面看到的不一定哈，所以自动调整呢也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这下面还有一个自定义的一个选择自定义的话也很困难它不能很好的显示这个屏幕的一个尺寸所以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一个覆盖。那么你的屏幕不管有多大 ，Elementor 都会自动调整尺寸它会适应每一个屏幕。还有这里有一个背景的一个固定，背景的固定这里你可以点开看一下，有滚动有固定，你可以选择滚动也可以选择固定。那滚动呢，它在你鼠标滑动的时候呢，图片也会向下滑动。固定呢，就是你往下滚动的时候，它会固定图像的这个效果，所以这里我们暂时不需要设置这个背景重复这个选项，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背景叠加这里可以打开看一下它有一个不重复平铺。那么这下面有一个背景覆盖，看一下这里我们点开。那么这里呢，我们有一个较深的一个背景图又有这里有一个较浅的一个小部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文字都看不太清了，所以我们可以来添加一下背景覆盖，来稍微改变一下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背景这里我们选择这里有个经典，点一下点击这个斜杠，这里点进来，我把颜色呢，我想给它调的再淡一点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呢，你是可以调整的哈。我想让这个字体更加显眼，我就选择让它变白了一点。这个时候背景变白一点，我们的一个字体就更明显了。这下面的一个透明度还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不透明度，这样子这个又回到刚才的样子了，这样子。那这里你可以拖动它来确定你想要的一个透明度，你可以让它变暗，你可以让它变亮。那么这里你甚至还可以再添加一个图像来作为一个背景叠加的一个层
这个背景图像之上呢，还要再叠加一个就是一个覆盖。这个后面这个背景可以看到你也是可以改的哈。这里你想要改这个背景怎么改你选中这个区域，那么选中这个区域你直接可以，第一个是布局，第二个是样式你就直接在这里来重新选择上传图片就可以。你可以编辑这个里面的背景，它的工作原理和我们刚才展示的都差不多。想要更改中间的小部件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笔你点到这里，你可以到这里来进行更改。比如说这个颜色它不够显眼，那么这里我们点击这个紫色你可以更改它的一个颜色，看一下你可以更改它的颜色，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显眼，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接下来下面这里呢，我想在下面这里再添加一个新的部分来向你展示一下这个图像小部件。我希望左侧呢是一个图像，那么右侧呢，我希望呢再放几个小部件这个呢也是容器设置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演示。那么我们就先从添加一个容器开始我们这里还是点击这个加号，我们这里选择这个弹性盒，这儿我们选择一个容器这里就已经跳出来一个容器。这儿我先来点击这6个点，我先来调整一下它的高度。那么这里我先给它改成一个 VH， 给它调的大一点。我要将这个图像放在这个左侧。那么这里宽度调整好之后，我们要把图像放在左侧把小部件呢放在右侧接下来我们就要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方向我们找到这个项目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行水平，选择这个行作为一个方向，然后我们再回到顶上点击这个添加元素。现在呢，我们再添加2个容器，这里我们把容器拖进来，这里面就放进来了一个容器。那么我们要让2个容器呢彼此相邻就在同一排2个容器并排放着。这里呢，我们还需要再添入一个容器不需要在这里添加，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上面的这个长方形按钮，点击一个右键，我们点这个复制到此对象下 ，OK， 这里就出现了2个容器它们2个彼此挨着。那如果说你需要有第3个，同样方法还是一样的，点击这里，点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可以看到这里就会出现3个容器。前提呢，是因为我们刚才呢把它改成了一个行，如果说它不是行的情况下，那么它是变成列，它是往下放的这里展示，我们把这个呢就先给它删除掉，只需要有2个，这个是一个方法其实我们通过下面的这一个加号也可以直接获得2个容器，可以直接获得2个容器这里可以直接选择2个容器但是这里呢我没有教大家这个方法，那我更想让大家呢能够手动完成这个操作。那么这样以后你就知道这个容器是怎么样添加，怎么样并排处理。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上角，点击这个添加元素。那再次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添加我们的小部件。首先添加我们一个图像小部件，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基础，那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小部件，那你往下拉还有一些专业版的，这里的专业版可以看到了，它是需要升级升级 Elementor， 那么你才可以使用这些专业版 Elementor 的一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如果说你有更多的一个需求呢，你可以去点开这个 Elementor 的一个链接。那我们新手朋友呢，建议使用上面的这些就可以了。我们找到这个图像小部件，我们鼠标按住左键，直接把它拖过来当这个粉色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放手。OK， 可以看到这个图像就已经被我们添加进来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来添加一些小部件，通过这个方法。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的上面这个铅笔按钮，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直接选择图像在左侧这里选择上传图像。那这里的图像呢，你可以提前先准备好我这里先上传一张图片，点击打开。上传的图片呢，你要确保它不会特别的大不要占太多的一个空间。好了之后，我们点击左下角，点击右下角这一个选择键。OK， 那这里我们的一张图片就已经添加进来了。
那这里呢，你还可以选择这里图像的一个分辨率图像的尺寸，这个呢都是提前呢预设制作的一些图片的一些尺寸这儿呢，它选择了一个自定义，这个呢是一个方法来调整这个图片的尺寸。那这里呢，我建议大家使用另外一种方法。这里呢，我们可以点击上面的这个样式，你可以通过这个宽度来设置样式和调整大小，会更加的容易。那么这里可以试一下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它的宽度不同，它的大小就不同。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自由的来设置它的一个大小，这个大小就可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宽度这里来设置。接下来回到内容这里。这里呢，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添加标题可以看到有一个自定义标题，有一个附件说明。那再往下这里呢，你还可以在这里来添加链接。那如果说你在这里添加了链接呢，比如说我这里点自定义链接，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链接呢连贴到这个里面来。如果你添加了链接，那么这个意味着当有人呢点击这一个图片的时候呢，他就会带到一个相应的一个页面。它就会到达另外一个页面，这里它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我们点这个样式，左上角这里3个设置按钮，第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样式，第三个是高级设置。接下来我们点的样式，我们来进行设置。这里呢往下看到这些相关的一些设置，比如说第一个对齐，向左、向居中或者向右你这里你可以调整，一般呢居中就可以了。再往下呢，这里会有一个不透明度。那么不透明度呢，目前我们不需要。那这个还有个CSS 滤镜，那这个呢，我们也暂时呢也不需要如果说朋友感兴趣了，你也可以到这里来自己来试一试。再往下就是一个边框类型，这里呢有一个默认的，你点开看，它有实线有双虚线，你可以点一下这个实线它的外面就会出现一个黑色的一个边框。还有一个双虚线2条虚线出现，还有一个点线就是像这样一个点状的一个线，那么还有一个虚线看一下这种虚线，这我们选择默认这儿我们不需要接下来就是一个边框圆角这里呢我们会再次更改这个边框的一个半径，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一个30，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它就变成了一个圆角它出现了一个圆角，那圆角的话看起来就会更加的有设计感。那这个呢，边框圆角跟我们之前设置的按钮圆角，它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这里你可以选择把值取消单个，比如说我这里设这个80，那么这个角可以看到上面这个角它就会圆的非常的厉害，那这些地方没有变化。那我想把这个下面也给它改成一个80。那么它就会呈现出这样一个情况这2个角就变成了80。那这里呢，我建议把它连接起来，我这儿把它改成一个0，那么我改成一个35这样的一个圆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点左上角，这里还有一个高级设置，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布局一个外距，一个内距。前面有给大家调整过一个按钮的一个内距，这个呢就是从图片的边缘到容器这里就到容器这里的一个距离。那这个内距这里，比如说我这个值让它连在一起我要上下左右一起更改，那么这个值我们就不要去取消我比如说我设这个40那你可以看到它整体与外面的一个距离都会保持一个40的一个距离。那这个它上下左右就会有一个40的像素的一个空间，这样呢你就可以移动你的一个小部件和容器。这儿呢你还可以取消这些值比如说我把它改成一个0它又回到原来的一个位置。你也可以只移动一个方向，比如说它的上下都贴到这个线，那我就把值取消，我只改它的一个上下我改成30，20就可以。那么下我也给它改成20。OK， 那上下呢它就会有一个距离出来，那这样它的上下左右呢都一致了这可以光改上或者下，单独改也是 OK 的这我还是把它
回归到零。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距。外距呢，它这个外面的一个距离，这个呢就是将图像呢移到顶部、右侧、左侧或者底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这里它有几个值啊，比如说 px、nm， 那这儿建议大家选成一个百分比，那这样操作起来就会更加容易啊。这里的值呢，你可以选择取消，也可以选择不取消啊，可以选择取消。取消了之后呢，比如说我们顶部上我们来设置一下，比如说80啊，可以看到它上面的一个间距就出现了这么宽的一个间距。那这里呢，比如说下50啊，这里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那下面呢也出现了这么宽的一个间距。那这个呢，我们设置成一个百分比呢，上就是100%的一个顶部的距离，下来就是一个50%的一个距离。那你也可以对左边或者右边，你也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数值，对它进行一个更改。那么你可以向上、向下啊、向左、向右来调整它的一个空间。但是呢，这里呢它也会受到容器的一个限制哈。可以看到啊，它再怎么样啊，上下多少，它都是在这个容器内的。可以看到它是在这个容器内的。那这儿我们删除这些值，把它改为0。如果你想把它变成一个负数，也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底端给它改成一个-10啊，可以看到它就超出了这一个线哈，超出了这个红色的框。那么我们的顶部，比如说-10，那么可以看到了，它也超出了我们的这个容器之外啊，直接就把这个图片呢延伸到上面的这一个板块里面来了啊，就是把这个图片就已经移动到上面的这个容器当中来了。那如果说你想与上面的容器有更大的一个间距距离，这里我们先把它恢复到0。那么我们就要我们想让它这里上下中间的这个间距调整一下啊，与上面的容器有更大的一个距离的话，我们也要使用到一个高级。我们不是在这个里面编辑哈，这里我们点这里6个点，选择这里的一个高级设置啊，比如说这里一个内距啊，我选择把这个值先给它取消，输入一个80，那你可以看到它上下的一个间距啊，中间这里就空了啊，有了一个80的距离啊，比如说30。那么这里就距离就更小了啊，比如说又100啊，可以看到100的一个距离。那么这里呢100太远啊，我们可以给它调整个40啊，让它中间呢有一定的距离。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保证啊，每一个它与上面的一部分呢都有一个中间会有一个50的一个像素。这里呢建议大家呢可以来尝试的来改一下这个间距。你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啊，可以将小部件放置的更近或者更远，或者说呢，在一个移动版本中呢，为页面的左侧、右侧留出更多的一个空间间距我们就可以自己来灵活的一个掌控。那这个呢，是我们必须掌握的一个怎么样来调整它的一个间距。容器的间距你就点这个容器点这个高级设置来改这个。上面容器和下面容器与容器之间那么我们就点这个6个点来改它们中间的一个间距。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效果呢，这里运动的一个效果要给大家展示一下。那这里我们还是点击图片里面的这个容器，这儿我们点击高级设置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动作效果，我们点开。那这里有个三角，我们打开，这里面你可以添加一个动效。里面有很多选择它可以这样子出场，它也可以这样子出场弹出来，那它也可以从下面出场，那么它还可以这样斜着出场总之这里面的一个进入动画还是非常的多它也可以这样出场从左往右的进来。那么这里面不同的一个选择，它的一个运动效果呢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那选好之后呢，你还可以持续这样多久呢才能出现这种效果你可以在这种小部件中呢来使用这个效果但也不要过度的使用了否则的话可能看起来就会不太好。那么我们的这一步图像和背景这些呢就已经设置完成了。我还想在这个旁边呢添加
一些小部件，比如说我想在这里面加入一个标题，我就点击左上角这个添加元素，那我找到这里小部件标题，把它拖过来啊，把它放置到这个粉色的上面。那我还想在这个下面添加一个文本编辑器，那我再次返回添加元素，找到文本编辑器，把它拖过来啊，放到当这个粉色线出现在下面的时候，我就把它放手啊，这里就会出现啊2个小部件。那么我想在下面呢再加入一个容器，再返回这个添加元素，左上角啊添加元素哈，大家一定要找到。更新之后呢，你可以看看它有出现在其他哪个位置。那我再添加一个容器，把它放在这个文本编辑器的下面。这里呢，我还想在这个容器里面添加2个小部件。那这里在添加小部件之前，我点击一下，我把它这里的一个方向呢，给它设置成一个行水平。接下来再点击这个添加元素，我想在这个里面再添加2个按钮，我把这个按钮给它拖动过来，放到这个里面。那我这里还需要再添加一个按钮，再添加不需要直接去拖，我们直接点这里，刚才教过大家方法啊，点这个右键直接复制到此对象下。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2个呢是处在一个垂直列的一个方向，不是在一个相邻的一个方向。这里我们点开这左上角的这个结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按钮，我们把这个按钮来给它拖下来 ，OK， 将它2个放置在一起 ，OK， 那这里呢就出现了啊，并排在一起了，只需要拖动它就可以哈，上下拖动就把它并排在一起。那这里我们不用，就直接把它关掉。关掉之后，这个字体啊，文本这里有点小，我们点一下这个容器，那我们再来点样式，调整一下哈，点击这里这个笔，点这个笔，来我们来点这个样式，点这个排版，我们把这个字体给它稍微变得大一点。OK， 这个就差不多了。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里面呢是2个容器。那我想调整2个容器之间的一个宽度，让一个容器呢比另一个容器宽。那么我可以怎么设置呢？当我们的鼠标放到它们的中间，你就会看到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双箭头朝2边，一个箭头的图标就出现了啊。我们可以单击，你可以向左拉，那左边的容器变大了，那我们向右拉，右边的容器变小了哈，左边的容器变小了哈，右边的容器变大了啊，你往哪边拉，那么哪一边的容器就会变得更大，你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调整2边的一个大小。你可以看到啊，鼠标放上来啊，它还会出现，看一下还会出现，那么我们把它再调整一下。那么您可以设置到你可以把它设置到你喜欢的一个宽度为止。那这里呢，除了这种方法，你还可以编辑这个容器，可以点击这个容器这里来进行一个编辑。点击这个容器啊，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容器的布局，这里会有一个弹性和网格，还有一个内容的宽度啊，有合适布局或者全宽度，你可以通过这个来调整它的一个大小啊，一致设置到你满意为止。那这里呢，弄好之后，你可以把这个这里有一个三角，把它隐藏起来，你可以看一下一个全屏模式哈，可以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这里我们把它再展现出来，点这个按钮，它会展现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讲一下这个按钮。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按钮，我这里点击一个按钮。那么讲一下按钮啊，下面有2个按钮，上面呢这里也有2个按钮。那我点击一下这个按钮，点这个笔，左边就是一个编辑的一个页面。这里你可以看到啊，我的这个链接一个井号键加了一个 MORE，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啊，当你点击它时，页面呢就会往下滚动。但是呢，现在呢，我点击的时候呢，它这个页面没有任何的反应，因为它应该滚动到的一个区域呢，现在还没有被定义，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这样一个操作。那么鼠标往下拉，怎么样设置啊？我们点击这里，还是点这里6个点，我们打开这里一个高级设置，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 CSS ID， 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输入 MORE。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那么你点完之后，它就会自动滑到这个页面，因为这个容器呢，它指定了这个
SSID。那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要将这个按钮呢，跟它连接到主题标签 MORE。那么接下来我还要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页面它过渡的不是很自然。我们点这上面的6个点，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形状分割线，这里有个上，这里有个下，我们点下。这里类型我们打开这里会出现一些曲线，比如说这里有个云，那么我们就可以看一下，那这里它就变成了一个云，从上面到下面，它的过渡就非常的自然，看起来它不是那么的生硬。这里呢，我们就是在这里呢给它我们怎么样分割这里上下的一个衔接，这里面有很多选项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现在呢，它非常的自然，从上一个容器就过渡到下一个容器来了。并且它呢，这个云它也很符合我现在的这个主题。选择不同的颜色，改变宽度，改变高度呢，你都可以来尝试一下。那这个呢，就这一步给大家展示的这个内容。接下来呢，就操作我们的下一个步骤。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响应式的一个网页设计。什么叫做响应式的网页设计呢？这儿我们可以问一下 GPT 什么叫做响应式网页设计？这里我直接问 GPT 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选择问 GPT。我这里问他，他告诉我响应式的网页设计呢是一种网页设计方法。这个呢就是主要是指这个网站它在不同的设备上面呢，比如说电脑、平板、智能手机，它都能自动的调整布局可以给这个客户呢最佳的一个浏览体验。换句话说这个响应式设计可以让网站在各种屏幕尺寸上它的一个显示，它会适应这个显示无论这个设备的屏幕大小、分辨率怎么样，它都能够确保内容和布局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就能给顾客呢展示出最舒适的一面不能说是我展示的只能露一点字或者说只能露一个脸，其他的看不到就会有一些缺陷。那么怎么设计接下来就我们继续往下走。你想让你的网站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显示良好，因为许多访问者，大部分的一些访客呢，它是来自移动设备，我们的手机或者我们的平板，所以呢，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这个网页它在这些设备上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里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改版之后呢，我们的一个显示方式呢，它之前呢会有一个响应模式现在没有了它是直接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终端顶上这里有出现，这是一个 PC 端桌面，这个呢就是一个平板端这个就是一个手机端。我们先来查看一个平板端。那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来修改这个平板端的时候呢，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PC 端，就是我们的电脑端这个是在平板电脑上显示的一个样子但是它看起来不是很完美图像没有全部展示出来。那么这里我们也需要设置一下，怎么设置这里同样点击6个点，点一个背景覆盖，点一个背景，这里有个显示尺寸，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里我们看一下这里我们可以定位，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让它中心居中，你这里可以调整一下顶部中心定位这里我选择顶部中心这儿就差不多。那这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图片给它调整到居中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个文字的话，比如说你觉得这个文字它的大小不合适，你也可以点这个笔排版你可以让它再小一点。手机端上面这个 PC 端上面我们不用显示那么大。 OK， 这里看起来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之后呢，记得要点一个发布按钮把它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的一个模式。那么手机端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图片完全看不清了。那我们这儿还是点击这6个点，点击中间这个样式。那么这里你可以简单的调整一下这个图片可以看一下如果这个图片不合适的话，也可以直接给它换掉比如说这里我们点选择图像，点击上传。那这里如果说你发现中间这个文字太大怎么办？我们点这个笔，点击排版，我们可以把字体给它调得小一点。手机端上面没必要显示这么大这两个呢让它居中，这个可以看到它没有居中，我们也可以点一下这里，我们让它居中把它调整好。这个文字呢你也可以把它改得小一点这个地方没有必要显示那么大，这里也让它居中。那这个也是一样都让它居中这样显示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手机端的一个效果。那么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在修改手机端的时候，它这里会出现一个手机的一个模式哈。那这个意味着呢，我们更改所有内容的时候，它仅修改的只是我们移动端的一个版本呢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的 PC 端、电脑端呢，它的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那这里字呢可以看到就改好了，比如说这上面呢，你也可以这个标题这里也可以改。改好之后哈，这里直接点击一个发布，检查一下啊，比如说字与字间的一个间距啊、行高啊、粗细大小这些啊、文本装饰这些呢，都可以给它一一的改一下。这个就是显示的一个效果哈。这边呢可以看到啊，这里可以看到手机。那有的朋友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无论你在这边怎么样修改调整啊，某些区域呢它还是显示的不是很好。比如说在平板端或者这个电脑端、平板端或者这个手机端，这些都无法适应，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啊，就我们返回这个 PC 端，那么我们可以为每一个设备端呢来构建一个设计的一个板块啊。比如说这两个容器摆在一起，在手机端显示的这里就会显示不出来。那么我们会使用到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下面添加一个容器，新添加一个容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呢给它复制，把它粘贴到这下面来。我们可以这样单独来设计这个页面，可以让它在手机上看起来也非常的不错。这儿我们只需要复制粘贴就可以了，把上面的这个多余的我们把它移到这个下面来。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都可以进行一个调整了。那这样就不必担心它是否会影响到桌面的一个效果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改到手机端，它会影响到桌面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手机端啊，可以看到它会这样子单独的来显示。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一个设置哈，甚至我们也可以添加，也可以删除移动端的一些小部件。那么我们在这里操作过后，它只对我们的这个设备上呢有显示啊，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 PC 端啊。再让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 PC 端。那如果说我只想让这个容器呢只展示在手机端，那么我该怎么样来设置呢？这里呢我们就来到这里，我们点击这里6个点，我们来单独编辑一下这个容器。我们选择这里一个高级，那鼠标往下拉，这里就会有一个响应式点开，这里你可以看到可见性啊，在桌面隐藏。比如说我们只想让它显示在手机端，我们桌面不显示就把它隐藏，平板端不显示把它隐藏啊，让它只出现在我们的手机端。那么这个容器呢，它就只会在手机端出现啊，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 PC 端。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啊，比如说这个我只想让它出现在 PC 端，不想让它出现在手机端，那我们就同样点到这个按钮来进行一个设置啊。鼠标往下拉，响应模式，那么我就不让它在手机上面显示，这样啊，不让它在平板端显示，那么我把它设置好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你只能在桌面看到啊，手机端那这个页面它是看不到的。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来预览一下这个效果，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眼睛，预览更改，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封面图啊，加上这个，那下面的容器就看不见。那么这里顺便再给大家说一点，这种隐藏东西的一个技巧呢，它不仅可以用于这个容器啊，也适用于一些小部件。那这些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啊。你可以让网站具有响应式的一个主要方法，它能够让你编辑和调整手机和平板、电脑视图的页面，还有一些更详细的一些响应设置。那么这种呢，它是在极少数下呢情况下才能使用到。那么这里呢，给大家看到的是 PC 端，那我们可以点鼠标的右键，这里有一个检查，这儿呢我们可以观看它在手机端上的一个效果，看一下。那这个呢是电脑端的一个效果，这个是手机端的一个效果，我们可以提前看一下。那么这一步响应式网页设计完成。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删除和移动小部件。那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可能这个设计错了哈，不想要了怎么办？那怎么删除呢？这些小部件，以及怎么删除这个内容的一个容器和外部的一个容器。接下来我就来教一下大家。
其实这一步啊，删除、关闭这一步其实非常简单哈。删除和移动这个小部件，我们只需要找到左上角这里有一个结构啊，可以看到左上角这里有个结构，在左上角点击一下，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它出现在我们的右边，这里有一个结构。那每一个容器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刚才的几个容器啊，我们的这里添加的东西都在这里。这里一共就3个容器啊，容器里面它还有一些小部件，看一下。那容器里面，大容器里面还有子容器。那这个就是啊，我们这里创建的所有容器，特别是对于你的网站啊，特别复杂的这种结构的，那这个结构呢，对你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那么你可以点这里，你想要看哪一个页面啊，你点一下。它会跳转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想看这里啊，它就会滑动到当前页面。你看哪一个页面，它就会滑动到哪一个页面。那我要看这个标题，可以看一下啊，它就会跳到这个标题的页面啊。这个你点哪里啊，你就能到达哪个位置。那么你这里单击任何一个地方啊，它都会跳到对应的位置，并且呢这边呢也会左边也会跳转到一个编辑页面。比如说我们一个按钮，那么这里也就到了一个按钮的一个页面啊，你可以到这边来修改内容啊，你想要单独找到哪一个页面，你想要改哪个页面，那么这个方法真的好用啊，你找到这个板块，比如说这个按钮，你就直接它会跳转到按钮，点到哪里就跳到哪里，对我们更改内容啊非常的有帮助，并且也节约时间。那这里呢，比如说我想移动一下，我想调换一下它的一个位置怎么办呢？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移动我们的一个容器啊。这里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容器给它往下面来，那鼠标左键按住不动，直接往下拖啊，把它拖到最下面。OK，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主图背景图跑到最下面来了。那你也可以把它按住，给它拖回去，放在最上面啊，它又回来了。每一个都可以调整啊，上下都可以调整，看一下。这2个左右的位置也可以调整，看一下它的位置也可以调整。你可以移动小部件啊，也可以移动内部的一个容器，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们放置在页面上的任何一个位置都是可以的。那这里呢，你还可以选中一个容器，点一个鼠标的右键，这里你还可以复制也可以复制，也可以粘贴等等。那么这里呢，你想要清空这个页面也是可以的。找到这个容器，点鼠标的右键，这下面这里有个删除这里我可以把它全部都删除。OK， 这里可以看到我就全部把它删除完了。找到这个结构，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结构里面什么都没有它就不会跳出来。可以看到这个结构里面什么都没有，被我们删完了。那现在我们又回到一开始的一个空白页面。那么接下来的一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视频中呢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使用模板。那前面给大家讲的呢，就是使用这个 Elementor， 用它来创建一个页面，使用这些小部件和容器。那么大家跟着我操作，相信学起来并不难，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有趣呢？但是这里如果说我们想要构建自己的页面呢，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自己手动来搭建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并且呢，我们自己搭建出来的页面也有可能看起来它不够专业所以接下来呢，我这里就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模板。这些模板呢，都是由专业设计师创建的一些预制模板布局。你可以把你的内容导入到网站中，那么在那里呢，你只需要调整部分内容设计就可以了。模板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布局它页面的一个构建非常非常的专业，你只需要进行一些细微的调整，就可以把网页打造好，和设计师做出来的是一样的专业。所以呢，我推荐大家也可以来使用一下模板。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教大家怎么样使用模板。这里呢，因为我们前面安装了一个插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图标，鼠标来到中间这里这里有个绿色的图标。如果说你也安装了这个插件，那你这里就会出现。那么我们点击一下，那这里呢有2个选择第一呢就是可以使用部分，第二呢就是使用整个页面。那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呢，点击顶上这个按钮，那这个里面就是部分一个小部分，比如说关于我们，或者联系我们，或者说一个问题解答。这个呢是一些号召性的一些部分
连续区域的一个部分。这个是一个常见问题解答的部分。这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HERO 点一下，那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比如说我选择这个，下面有个加号，单击一下插入，那么它正在导入一个模板到我们的网站中。这里稍等片刻，那这里就导入进来了。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轻松的编辑它了，因为这里排版这些都已经好了，我们只需要改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替换一下里面的视频图片。它也处于一个过渡阶段。给大家讲过这个 Elementor 呢，它是由一个容器和小部件组成的，但是 Elementor 它在不断的更新几个月前呢 Elementor 的页面呢，它是由板块、列和小部件组成的，但是现在呢，它就是由小部件和一个容器组成的。所以呢，你这里能看到当我点这个6个点的时候，它这里出现的是编辑板块，那么这个就代表它不是一个容器它是一个板块。在这个板块中呢，也是分左右2个我们鼠标往上拉可以看到这里它是编辑列它这个板块里面有列，这里面是有2列这个里面是列，它不是容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是一些文本的小部件、按钮的小部件。这个跟我前面给大家讲的呢，它是有点不一样的一个系统。这个呢模块它目前尚未更新到一个，这个模板呢它目前呢还没有更新到一个模块。那据我所知呢，未来呢他们也不会更新只有他们创建的一个新模板是用这个容器构建的。那这个就意味着你导入的可能就是具有板块和列的一个模板，而不是容器的一个模板。那这儿是不是很多朋友就想，那这个我能用吗？当然可以用。那么它这个模板呢，我们有一个方法我们导入是旧的模板。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转换回容器，我们这里点一个转换，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下面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容器这里容器看一下编辑容器，直接把它转换成了一个容器。那往上可以看到这个是列下面这个是容器，证明它已经转换成功了。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简单的布局转换效果呢也是非常的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习惯了用这个容器，直接把它转换就可以了。那么这里一旦你转换好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上面这个板块给它删除。我们还是点这个6个点旁边的一个删除键。那现在我们留下的就是一个容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改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这里有一个笔，看一下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笔这里有个笔，这个笔就意味着你点了这个笔呢，你就可以到左边来更改它里面的一个内容这里也是有一个笔你可以更改它的一个视频，可以看一下，这里可以更改它的视频。同时呢，这些东西比如说你不喜欢这里这个我不喜欢，我可以点一个鼠标的右键直接给它删除，那么这个部件就没有了。那我还可以在里面添加一些其他的小部件比如说我想在下面再添加一个，那这里我们回到容器比如说我想在这里再加入一个按钮进来我们直接拖动它当这里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下来，可以看到2个按钮都出现了。那同样我们鼠标往下拉了，我们还可以这个板块你编辑好了之后，我们还可以添加下一个板块，那还是点击这个按钮。那么接下来比如说我们还是点这个按钮，我们在里面来添加一个什么呢？这个地图也是我们网站很多都需要的，我们就直接点一下它。这个时候出现了好几种显示方式几种不同的模板，那么你想用哪一个模板都可以。比如说这个我们点击它，直接插入安装，那么往下拉，我们的第2个模块就添加进来了。那同样我们还是点上面这里6个点，那么还是给它转换一下，那这里我们就转换成功了。我们把中间这个给它删除这就是容器。你可以更改里面的内容，看一下这个编剧也可以更改，看一下这里前面也跟大家讲过，笔点一下，我们点一个高级设置点一个外局，那它还不够下来，我们改成50，可以看到这里就没有抄到上面这个容器里面来了。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你往下拉，你可以再接着添加下一个页面，比如说什么联系我们，关于我们这些页面一个一个的往下，这样来创建我们的一个
网站，因为它这里的排版都已经好了，我们只要整体，比如说你想改，点这个笔啊，你来改一下它的排版啊，改一下字体的一个大小，你也可以改一下整体的一个色调。你可以通过左边呢来选中之后，每一个容器来进行一个修改。那么这里呢，你还可以粘贴一个样式，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挺好的，这个我点左键，我把它复制到我还可以这样来复制一下。通过这种方法呢，快速的搭建网站，这个呢就是一个节省工作时间的一个好方法。那这个呢是我们一个模块的来把它创建出来。还有一种方法，更快速的方法，我们先把这里点击给它删除，接下来还是点这个按钮。那这里我们可以整个来插个整个模板，就是整个页面。那么这个整个页面它就包含了一些单独的一些模块啊，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一些模块哈，这里网速不是太好。那么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模块，模块非常的多哈。那么这里你可以不必选择完全一样的一个网站主页的内容，它这里面有针对不同的一个行业，它有不同的一个模板。比如说你是律师你可以使用这个里面它也有你是餐厅的也有什么美容美发这些都有。那么这里呢，你可以挑选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布局设计，这里还可以点击预览，这个地方你可以预览一下，这是它的一个效果。这儿比如说你选中一个之后呢，就直接点这个加号来导入这个页面，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就可以导入。 OK， 整个模板就全部导入进来了。看一下这是一个整个模板哈，不是像刚才只是一部分。这里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板块，我们这里可以给它转换一下我们往下拉。接下来呢，你就可以来改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了。你可以定制你想要的一切，那么你可以从第一部分开始改。这里我们想要整个，那这里你也可以再加这里面有很多。那么这些呢都是模块都需要转换。转换好了之后呢，你只需要删除上面的旧部分，留下下面的容器部分就可以了。那这里呢，我们把转换好的一个模板呢，对它进行一个编辑对它进行一个定制就可以了。它里面的设计呢是已经设计好了，我们只需要去改变颜色呀、文本如果说你想要添加一些新的东西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那么它的工作原理呢是跟这个块是一样的，相信经过我刚才的一番演示的话，大家也应该学会了一些小部件和容器的一些设置。当然这里面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小部件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基础的，下面还有一些专业的。如果说你想要网站呢搭建的更好或想要一些更高级的一些功能，那么你也可以考虑升级你的一个 Elementor 这里 Elementor 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这里面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小部件。这个下面还有看一下这里常规的这里还有很多这些小部件，那么你往下滚动就能看到，建议大家可以来试一试。那么这里每一个小部件你可以点开看一下，你也可以去网上查看各个小部件的一个说明，它的一个使用方法有非常多的一些教程呢是可以参考的。那么这里呢再说一句模板可能具有相当复杂的一个结构，因此呢我们还需要用导航器来理解这个布局，整个布局。那么可以看到这个模板它是整个模板都已经完全设计好了，只需要改一下就可以了它可能会比我们自己搭建的会稍微复杂一些。它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小部件，有按钮部件这些。那这样我们改起来其实也非常的容易先转换，这里我们先转换，点6个点先转换，再把这个板块删掉，再来用新的容器来进行编辑。那么我们也可以把预先定制的一些页面和块呢将它导入到这个里面，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把内容和设计进行一些整理。有了这个模块之后呢，构建起来就会更加的简单这样可以节省我们大量的一个时间，并且它的这个做出来的效果比你自己的会好很多，会专业很多。这个上面不喜欢的一些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删除直接点删除键
这儿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要经常使用这个左上角的这个结构哈，这里可以让你调整整个页面里面的内容，你也可以让它调整它的一个位置。那么这一步使用模块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点击这个隐藏面板，那接下来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导航栏是空的就是我们的菜单栏。那么这样意味着我们无法打开其他的一个页面所以我们这里必须要创建一个菜单栏。那菜单栏怎么创建呢？我们回到后台，点击这里回到后台，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外观，外观里面呢，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击一下。那么这呢，我们就可以来添加菜单，菜单名字我们就写一个主菜单，点击创建一个菜单。创建好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把这里我们的关于我们联系我们在线服务给它添加至这个菜单，这里就添加过来了。我们这下面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打开我们的站点看一下主菜单。这里如果说你刷新页面看到这里没有的话，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呢有2种方法。第一，你回到后台看一下你的这个插件里面，把里面的缓存插件给它关掉禁用，或者把它删除，你再来刷新看一下，那这里这个菜单就会出现。那还有就是你再检查一下你这个在设置菜单的时候呢，这下面这2样一定要把它选上哈，显示位置顶部模块，还有一个就是主体，这2个要把它选好，点一个保存，才会出现在我们的顶端。这个呢就是一个主菜单的一个设置。接下来就是一个页脚页脚的话也非常的简单你直接点这个自定义，到这里面去看到页脚小部件、页脚版权去进行一个设置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页脚菜单的一个设置呢，之前小鱼儿呢都有详细的讲解哈。那么之前的小鱼儿的这些这个网站搭建都是手把手教程，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也想学习做网站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么视频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 WordPress 搭建网站呢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那么你根据我的步骤能够操作到现在把这个视频能够看到这个结尾，那并且呢没有漏掉任何一个步骤相信你呢已经掌握了搭建网站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常识。你只需要呢再多加练习反复操作几遍呢，那么你就可以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漂亮的一个网站。这里呢我也提一点小小的建议是说你在搭建网站的时候呢，首先要找一些漂亮的图像漂亮的素材，建议就是使用 AI 来生成你可以使用Midjourney， 也可以使用 Leonardo这里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这里小鱼儿使用到的所有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用一些图像呢，它的一个像素呢不要太大尽可能的小，以便你的网页速度可以更快。那可以找到与你的主题和图像相匹配的一个好的颜色，这儿我也有推荐一个颜色搭配的一个网站，大家可以在里面直接用这个搭配好的颜色代码去进行复制。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找到你的字体你的字体与你的网站设计你的主题呢也要必须匹配。那当这3个方面你都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呢，就会创建出一个非常美观的一个网站。这儿呢建议不要使用太多的文字，因为现在的人他们不会太在意这些文字，建议使用模板使用一些主题模板，可以让你更快速的创建网站。那么本期这个比较详细的 WordPress 搭建网站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那有问题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探讨。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给我点个赞。